阴人上路，生人回避。艾玛，这给我干哪儿来了？我这大半夜的，还遇上传说中的赶尸人了。阴人上路，生人回避。苏妙背脊发凉，刚想转身溜走，头却传来一阵刺痛，他跌坐在地，脑海里涌入许多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我这是穿越了，好像还穿进了上班摸鱼时看的一本MP 小破文里。他在原著中就是个男主垫脚石，资质拉胯，却拥有人人羡慕的玲珑仙心，因此原主在宗门里并不受待见，只要是个人都能对他呼来喝去。只因新来的小师弟，也就是男主看上了他的玲珑仙心，宗主就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打了，把心挖了出来。是这位过路的赶尸道长看他可怜，准备将他带回去统一安葬。真是个小可怜，不过你放心，既然占据了你的身体，姐就一定会为你报仇。所有欺负过你的人，我必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的心脏还在那个男主小师弟身上，感觉活了，但是没有完全活。难不成我拿的是比干丞相的剧本？去看看什么情况，若是尸体倒了，就扶一把。谢谢你啊，小道长，你人真好。不客。哎呀妈呀！师傅，炸！为师教过你什么？遇事要镇定。哈喽，二位晚上好呀。福生，无量天尊，你没死啊？这不对啊！这肯定不对啊！他心都没了。哎呀，道长，你这是咋了？走火入魔了吗？这女娃居然没有命格，难不成她就是那具趁严重的变数？道长，你能不能不要用这种看兵马俑的眼神看着我？还有带针线没？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再不抓紧缝2针，他是要开席了。无妨。哇，这就是治愈术吗？好神奇！无量天尊，看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你我既然有缘，那贫道便赐你一份机缘。这里面难不成藏着个老爷爷？废爷，你且戴上试试。戒指吸附到他手上，随后径直没入他的体内，消失不见。除了苏妙，没有第二个人能感知到他的存在。果然如此，这么多年了，原来他是在等你。道长，我不明白，这戒指它有何用处？此乃海空灵戒，其自带灵性，能容纳万物，当然活物除外。你可以试着用神念与之沟通，把外界物品收入其中。这不就是小说里的空间外挂吗？以前在小说和短剧里他可没少看到。收。不是，你有毒吧？收我裤子做什么？那个，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我信你个头！遍地花花草草你不收，看准了来的吧！我一世清誉，差点就毁在你手里。苏妙把他的裤子还了回去。道长，谢谢你，真的如此恩情，小女子实在无以为报，那就先不报了哈。罢了，这本就是属于你的机缘，不必言谢。还未请教道长名号。贫道天机子，前路坎坷，望你好生珍重。我们就此别过。陶安，时辰到，我们该上路了。是，师傅。恭送道长一路走好。师傅，他身上既没有活人的气息，也没有死人的气息，那他究竟算个什么？福生，无量寿福，游离于生死之间，徘徊在阴阳之外。他就是他，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。玲珑仙心，失之未必是祸，得之也未必是福。目送师徒二人带着尸体走远，苏妙毅然决然地转身，直奔天极宗而去。空间在手，天下我有，青春没有等待，报复就是现在。这玲珑仙心果然名不虚传，有了它，我的修炼速度提升了2倍不止。苏妙，别怪我心狠，就你这种废物，还不配拥有玲珑仙心，而为我奉献，那是你的使命，更是你的荣幸。毕竟我可是天命之子，他日必将凌驾9霄之上。天启宗，想不到吧？我苗某人又回来了，百因必有果，你们的报应就是我。今天就先收个利息，收。重要的地方都设了结界，没有弟子令牌，我又是炼气期，根本打不开结界。可恶，难不成白跑一趟？不行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。果然这里没有结界，既然宗门对我挖心掏肺，那就别怪我带走你们祖宗赎罪。拿来吧你！这下心里就舒服多了，有没有用不重要，只要能给天极宗添堵就行。宗主大人，不好了，宗门里好像是遭了贼。你说什么？遭贼了？可丢了什么贵重之物？贵重物品倒是没丢，不过宗门里的路面石板、花坛里的花花草草、树木、路标、石头墩子丢了不少。
这贼莫不是有什么大病，连这些东西都偷，穷疯了吗？宗主大人，是否要派人追查？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阴暗小丑而已，还不值得为他劳心费力去准备一下。武池本宗主要去陵园祭祖。宗主不好了，宗门的祖坟没了。不是，我祖坟呢？我他妈祖坟哪儿去了？奇怪，没有发现任何动土的痕迹，就好像……师尊，你说这一切会不会是昨晚那个偷花花草草的贼干的？是了，一定是了。这杀千刀的，马上给我查！追出宗也得给我查！此时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哼着歌，悠闲地走在路上。抓住他，不要让他跑了！小贱人，给我站那儿，把东西交出来！什么鬼？冲我来的？这么快就暴露了吗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冲我来的。道友，救救我！不是我不想救，主要吧，实力他不允许啊。小贱人，活腻歪了是吧？行，既然你非要多管闲事，那老子也不介意送你一程。不是大哥，我这也没说话啊，我没说帮他。那我不管，没说话就代表你默认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砍死他！你演都不演了，主打一个无差别乱杀啊！受死吧！你们当真要来惹我？少废话，既然看到我们了，那你今天非死不可。好，这可是你们逼我的。我有祖坟，可辟邪、驱灾、镇魔、伏妖、断虚、拓旺、逢来，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！我靠，这他妈的也太笑了吧！真不怕祖宗半夜找你谈心？道友牛啊！嘿嘿，机操而已，物六。还来不来惹我？谁给你们的勇气？我也不怕把实话告诉你们，我还有999座祖坟，砸死你们绰绰有余。这大哥，我们要不还是先撤吧？这小贱人太邪门了。这女人竟然是前所未见的分修，祖坟都能拿来这么玩，太他妈丧心病狂了。行，今天老子认栽，分修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兄弟们，喝！还好这些人心理素质不行，否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道友，谢谢你啊！若不是你，只怕今天我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作为报酬，这把剑送给你了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反正用的又不是我家祖坟。我叫袁熙，会元宗弟子。你呢？我是苏淼，散修。你实力不错，怎么不考虑加入一个宗门呢？暂时还没想好去哪儿。洛云宗最近正在招人，道友不如去试试看。哈喽，各位老铁，聊什么呢？这么攒劲，带我一个呗。还能聊什么？肯定是考核内容啊。那你们知道这考核都考些啥吗？难不难啊？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？嗨，洛云宗的考核数百年不变，在5大宗门里是最简单直接，也是最暴力恐怖的。咋的？不会也要晋升吧？瞎说什么？洛云宗的考核是入问星驰，在里面待的时间越久，自然就越优秀。就这么简单？那不就跟泡温泉一样？简单，你怕是在说梦话。那温星池水会给人带来噬心之痛，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住。就你这样，切！好了，大家安静。相信你们对考核内容都有所了解。最后再提醒一遍，温星池水所带来的噬心之痛，非常人不能忍受。如果坚持不住，尽快离开，莫要逞强，免得丢了性命。既然大家已经考虑清楚，那就开始吧。说好的噬心之痛呢？这也没感觉啊，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大哥，你咋了？你的心不痛吗？哎，不行，我遭不住了，我要上岸。我的心，对啊，这问心池水带来的是噬心之痛，可我的心都不在家，又怎么会痛？这丫头倒是有点意思。考核人员惨叫的惨叫，吐血的吐血，池子里的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就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在坚持。这水温还怪舒服的。苏妙眼睛一闭，竟直接睡了过去，就这么安详地漂浮在水面上。痛，我好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徒儿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心莫名其妙就疼起来了，痛，我真的好痛，师尊，快救救我的！难道是那玲珑仙心出了问题？可你不是说完美融合了吗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请把他打捞上来。撤。没有气息，没有心跳，长老他已经嘎了。啊！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现在的年轻人是一点也不稳重，没有自知之明，就知道逞强。现在好了，把命做没了，满意了吧？抬走吧。这一觉睡得可真舒。哎，不是，这哪儿啊？不会是那些人看我睡着，以为我死了，就把我扔乱葬岗来了吧？有没有人啊？快带我出去！这鬼地方，我有点怕。来人啊 ，Help me！
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？听见了，这是有鬼吧？见过宗主大人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宗主大人，乱葬岗那边好像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不干净的东西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退下吧。待何方邪祟，胆敢在我落云宗作乱？什么邪祟？老头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好吧？好像真是个活人，长得还挺水灵。你怎么会在乱葬岗？还好意思问我？我考核考得好好的，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直接就把我抬这里来了，几个意思啊？池子里不让睡觉，倒是早说啊！你是说你在问心池里睡觉？怎么了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身上没有活人的气息，不对，也没有亡者的气息。说，你究竟是个什么妖孽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我其实是修炼了一种祖传秘法，外人感知不到而已。你看我信吗？我活了这么多年，也没听说过有这种秘法。那就是你孤陋寡闻了。世界那么大，有些东西你没接触过很正常。人嘛，不就是在不停的和新鲜事物接触中，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。虽然知道你可能在诓我，但好像也确实是这么回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妙。行了，赶紧带我离开这里吧，这黑咕隆咚的，也不嫌瘆得慌。跟我来。对了，我算不算是通过考核了？只等明天的灵根测试完毕，便可正式拜入宗门。哎，麻烦让一让。雾曹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大惊小怪，心情好就炸了个尸，这很合理吧？注意头，土木双灵根，双根值77，乙等。下一个吸尘器，土灵根，根值89，甲等偏下。下一位。测试的速度很快，不多时就轮到了苏妙。这换一个测试时，这个可能刚好坏了。测试时无比坚韧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测下灵根就坏了的事。一连换了几十个测试时，结果都无一例外的坏了。长老，你们这质量不太行啊。是你有毒吧？测试时一测一个坏，什么勾丝灵根？可以不爱，但请别伤害我的灵根。宗主大人，他到底是什么灵根啊？他居然是宗主。宗门招收弟子，但一连10几次都无法测出我的灵根。就在众人皆以为我是个废物时，不料宗主反而激动地拉住我的手大笑，并说我宗复兴有望。他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明灵根了。丫头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之前应该是5系灵根吧？是啊，5灵根互相吞噬，就有极小的概率变异成明灵根。你的灵根就是明灵根，此灵根不仅能吸纳5行之气，还能吸纳一些比较特殊的存在，比如死气、怨气等等。变异灵根，我宗终于要重回巅峰了吗？好了，灵根测试已经结束。我落云宗共有13峰，每峰皆有1名镇峰长老。除第9峰以外，你们可自行选择1位长老拜入其门下。哦，对了，在此之前，你们之中有没有谁主动要养老金的？待遇这么好的吗？修仙界也有养老金？这些人脑子都进水了吗？养老金都不要，是不好意思还是害怕不敢？我最后再问一遍，有没有谁要养老金的？我，别人不要我要，开局就送养老金，想想都开心。你当真要养老金？这可是终身的哦，考虑清楚了吗？一旦答应，是不可以反悔的哦。那必须要啊，谁后悔谁是狗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那此事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带我来这里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老金啊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有人愿意养你了。我靠，你们，这就是你们说的养老金？对呀，他就是老金啊，不是老银，更不是老铁。不信，那你看他的身份令牌。不是，你们这纯属诈。妙啊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以后你来养老金，我们全宗上下都开心。掌声在哪里？好。你们把我当立本人整了是吧？这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羊头，这可是你的福气，你啊赚大发喽！没毛病，年纪轻轻就能领养老金，这就是你们之间的缘分。我谢谢你啊，这缘分给你，你要不要？虽然，但是你们也没告诉我，老金他是个人啊。他本来就是个人啊，不然还能是什么？其实带你来这里，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是吗？你看我信吗？那当然，实话告诉你，老金以前可是我们宗门的第2大高手，不信你可以出去打听，妥妥的1号狠人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前，现在呢？现在嘛，出了点小状况，也就经脉全断，修为尽废而已。不过他还是有意识的，教导你绰绰有余。那他不就是个植物人吗？就这，怎么教导我？哎，年轻人不要这么肤浅。你别看老金这副模样，其实他有秘法，可以入梦对你进行教导。是啊，想当年老金那可是整个修仙界鼎鼎有名的奇才，所谓的天才，那也只是践他的门槛而已。
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哎，本来以他的实力，早就可以飞升上界，但在飞升之日，偏偏要与天斗，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。如此看来，这老金还确实是个狠人。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们师徒联络感情了。记得明日一早去天兵阁挑选一件合适的本命法器。你是活死人，我是死活人，说起来我们也确实挺有缘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嫌弃你的，以后咱们相依为命，只有我一口饭吃，就保证有你一个碗刷。我谢谢你呀，我都这样了，还要帮你刷碗，你笑死我得了。我去做顿大餐，今天是我们师徒相见的第一天。哦，这死丫头是在煮食吗？味道也忒难闻了吧！哈哈哈哈哈！晚餐来哥来，尝尝我的手艺，保证让你回味无穷。对啊，快拿开！我才不要吃这种东西！天杀的莫长风，到底给我带回来了个什么玩意儿？是嫌我死的不够快，还是咋的？这是要作死我啊！苏妙接连喂了好几口给老金。这臭丫头，经过她这么胡乱一折腾，我被禁锢多年的神识竟然有了那么一丝丝的松动迹象。要是多吃几顿，不对，我在想什么？居然想主动吃食。来了，你是老金，你真能进入别人梦里？雕虫小技而已，不值一提。炼气7层，明灵根。司不对，你身上没有活人气息，也没有死人气息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原本是天极宗弟子。苏妙没有隐瞒，将原主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告诉了对方。好个天极宗，好个苦臣子，打着名门正派的旗号，却对人家一个小姑娘下如此毒手，如此行径，与那邪修何异？那你心中可恨他们？如果我说我想要他整个宗门覆灭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丧心病狂了？这有什么？如果换作是我，哪怕是他宗门里的蚯蚓，我也要挖出来竖着劈，蚂蚁直接倒成架，祖宗牌位烧成灰，再扬了他个洋的。不愧是师尊，一代狠人，我会向您好好学习的。私底下叫我老金就好了。不过以我目前的状况，可能帮不了你太多，主要还得靠你自己。在你之前，我还收过5个徒弟，所以以后你就是老六了。没想到啊，我也有名正言顺成为老六的一天。另外，我第9封与其他封不同，我们不注重那些繁文缛节，但作为宗门战力标签，同阶无敌，这是基本要求。那什么时候可以教导我修炼啊？老六啊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如今你已脱胎换骨，我这边有一个冷门心法，不过我忘记放到哪里了，等我找找吧。那个就是落云宗镇宗之宝问心剑。自从上一任剑主陨落之后，它变成了无主之物。今日我定要将它拔出来。镇宗之宝，那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苏师姐，苏师姐，成为老金亲传弟子还挺有用的，地位都高了一截。苏师姐，你还是好好看看自己的修为吧。更别提还主动拜了一位植物人师尊。苏妙刚想骂他们2句，本命法器认主的仪式却开始了。这便是问心剑，我落云宗镇宗之宝。你们之中谁要是能把它拔出来，此剑便归谁所有。谁想来试试看？我来。说不定此女真能振兴我宗。小可爱，乖乖跟我回家吧。起。动了，问心剑动了。什么？他居然真的拔动了？他不是只有炼气7修为吗？怎么可能？大力出奇迹，给我出来吧你！可惜，明明就差那么一点。此时，在苏妙意识模糊之时，一道洁白身影轻松打出了问心剑。是谁啊？看不清，好累，先睡了。马卡巴卡。宗主大人，他这好像没气了啊，心跳也停止了。莫慌，说不定一会儿就诈尸了。我先送他回第9封，你们自行挑选。喂，老六，快醒醒！老金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呀，你这孩子，拔个剑还能把自己脑袋磕破，让我说你啥好？受伤，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痛？废话，感觉不到痛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醒，不然我怎么跟你交流？那我得赶紧醒了，我本命法器还没选呢。我已经选定了，你看那边。不是，怎么是个磨盘啊？不，也不知道该说你运气好还是倒霉。这磨盘比问心剑的历史还要久远，据我猜测，这应该不是它的真实面目。具体是什么，威力如何，我也不清楚，还得你自己去发掘。可是这东西该怎么用啊？昨晚跟你说的那心法，埋在主峰后山那一片枫树林中间，你自己找个时间去挖吧。另外还有一件防御法器，埋在另一头的松树林子里，你到时候一并挖出来，留着防身用。我不明白，好端端的，你把它们埋起来干嘛？你不觉得这样子更有神秘感吗？我只觉得有点多此一举。苏妙醒了之后，当即哼着歌来到后厨，又开始研究起了新版的黑暗料理。
坏了，忘记告诉他，别整那些时来祸害我了。哥们，你们知不知道昨天问心剑是被谁给带走了？据说是第7封师长老的亲孙女，名叫施婉月。你说谁？施婉月有什么问题？施婉月，本书女主也就是男主叶寒的正宫娘娘。书里为了安排男主救她于水火，还给施婉月安排了个悲惨身世，宗门上下被全灭，亲人也惨死了。原书的这个工具宗门居然就是落云宗。好强烈的女主光环，快闪瞎我了！不行，这么好的一朵花儿，可不能插在叶寒那泡牛粪上。小月月呀，听说问心剑最后是认你为主了。婉月侥幸沾了苏师姐的光。嗨，这么谦虚干嘛？能不能让我看一眼？当然可以。确实是一把好剑，比那天极宗的正宗神剑都好出100倍。天极宗，师姐还见识过天极宗的正宗神剑。有些事情，告诉你，你可千万不要对别人讲。我保证。其实，师姐，我以前在天极宗挨了8年揍，他们每天打我、骂我，把我关小黑屋，不给我饭吃，甚至还对我挖心掏肺。什么？他们怎么能这么干？没办法，为了叶寒，他们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叶寒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。听过就对了，终于扯到了他身上。他呀，是天极宗宗主苦橙子的小徒弟。你别看他年纪不大，整个天极宗最坏的人就是他，坏的酷酷冒油。那家伙仗着受宠，在宗门里都是横着走，只要看谁不爽，上去就是2个大笔兜。而且他还心理变态，偷宗门女弟子贴身衣物。好变态！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还不止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人还特别擅长伪装，表面看起来正经，背地里跟他那几个师兄拉拉扯扯，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。还有，苏妙在他耳边疯狂蛐蛐，使盆子一股脑往叶寒身上乱扣。在施婉月心中，叶寒的形象越发变态恶心。好了，上课时间到，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材料已经给你们备好，准备工作做好，就直接开始吧。谁拉裤兜子了？啥？看我干啥呀？苏淼淼，你在做什么？炼丹啊，还能干嘛？你告诉我，这是在炼丹，还是在制造生化武器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可是严格按照你说的步骤来的。没错，我可以证明。胡说！按照我说的步骤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东西？你快给我停手，别练了！你要熏死我是吧？晚了，已经练完了。程长老，发生了何事？你问他。我就老老实实的练个丹而已。你确定是在炼丹，不是把茅房给炼了？过分了哈，我可是正儿八经练的。至于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咋知道？没错，不关淼淼师姐的事。哎呀，给我个面子。说起来，我这也算是人造异象，你们难道就没想过，有可能这样炼出来的丹药很不一般？苏妙打开丹炉，取出一枚通身漆黑又散发着臭味的丹药。这丹药虽然看起来稍微难看了点，闻起来也确实不怎么好闻，但说不定它吃起来特别好吃呢。这鬼话你自己信吗？我觉得还是不能这么草率的下定论。至于有没有毒，咱验一下不就知道了？怎么样？我反正不饿。我也不饿。要不，宗主大人，你做个表率。瞧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不就是一颗丹药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整得跟上刑场似的。来，老高，你吃给他们看。卧槽，不是，宗主大人，你这……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大家都知道你小时候吃了太多苦。我小时候只是吃苦，现在并不想吃屎。算了，老规矩抽签吧。最终，负责教授炼丹的程长老喜提试吃资格。没事的，老程，心一横，眼一闭，咔咔造就完了。一个二个说的倒是轻巧，这么大一坨都赶上我一顿的饭量了。老程，坏了，这丹药不会真吃死人了吧？埋了吧。我没死。那你刚刚一副死了的样子。那丹药差点噎死我，你们一个个都旁观，没一个救救我的。等等，这丹药的药效貌似比一般的好出了3倍不止。你看，我就说嘛，苏大师出品，那必属精品，还质疑我不？你也不看看一般人吃得下去吗？嗨，这个老金真是没事找事，好好的宝贝也不知道埋起来干嘛。淼淼师姐，你怎么也在这？我师父喊我出来挖宝，你这大半夜的还练剑呢？平时这个时候我都在这里练剑，我和师姐一起挖吧。师姐，我们还挖吗？挖，去另一个地方挖。刚才什么东西过去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搞什么啊？这次的东西埋这么深的吗？师姐，我好像挖到东西了。我看看，这是阵石，貌似是一座废弃多年的传送阵，年代太过久远，阵纹已经失效。那不就没什么用吗？苏妙话音刚落，传
传送阵启动，两人消失不见。师姐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要不你先从我身上起来，你这样坐在我身上，很不礼貌的哎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我们应该在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。这根本不用判断了吧？那你还不赶紧跑，等着给妖兽当晚餐吗？你看那边那一片在发光的是什么？是夜明幽草，炼制淬体丹的必备材料之一，在外面价值不菲呢。是吗？那可是好东西啊！走走走，既然没人要，那咱们就勉为其难收下吧，免得烂在地里。乞丐，秘境明明没有开启，这两个小贱人又是怎么进来的？管他呢，说不定就是上天看我们可怜，特地降下的恩赐。说的是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激情时刻，开亨，开亨！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避一避吧。很快，二人找到了一处山洞。苏妙在山洞前布置了各种各样的陷阱。忙活完，苏妙拿出大千化名诀，开始修炼打坐。老金没有骗我，此心法简直为我量身而作。不愧是师姐，这都正的发邪了呀！我得好好向她学习。可恶！你们那到底弄了多少陷阱？捕兽夹、铁签子、麻药、毒药，你们不会全都中了吧？可恶！死丫头！我要你好看，看他！大威天粉！奶奶的，你个老子玩阴的是吧？天女散魔！就这，小月月，把他们绑起来。师姐，你不会真是邪修吧？刚刚那手大威天粉也太阴间了。哎，我这叫走邪修的路，让邪修无路可走。佛曰：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神说：只要心中有光，做什么都不脏。原来是这样吗？以身入局，师姐你光芒万丈。在黄二、黄三心甘情愿的帮助下，两人带着苏妙和石婉月跑遍了大半个秘境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。师姐，快过来！我了个亲娘了，竟然是幻虚灵台！幻虚灵台那是什么？此灵台虚幻缥缈，向来踪迹不定，极为难寻，且只有身负大气运之人才有机会能到台上领悟。你就不要想了，像你这种邪修是绝对不可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哎，你看我上去了，我又下来了，我又上去了，又下来了。哎呀呀，嘿恰恰！大家都是邪修，凭什么你能上去啊？炼气7层到炼气元，筑基1层到筑基5层。恭喜恭喜！没想到二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修为大增，老夫自愧不如。那是你太菜了，瞅瞅你们，一大把岁数了，才刚刚筑基，我都替你们感到害臊。是，我们是废物，哪能跟你们二位天之娇女比啊？苏贤子，我看你这修为也到了瓶颈，要不要趁机往上冲他一波啊？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那我实话告诉你，这秘境中最值钱的灵芝，其实都在东南方向的一片黑树林里，而且里面还藏了一件很了不得的宝贝，你只要得到它，实力绝对暴涨。啊，对，那东西以前多少人觊觎，可惜都无功而返，想必是在等有缘人。不用怀疑，那个人绝对就是你。师姐，别相信他们，我感觉他们没安好心。安啦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俩带路。师姐，真的要进去吗？我觉得这里不太对劲。没事，我先进去看看，你在这里看好他们就行。我明白了，师姐，你自己注意安全。分开吧，剩下这个傻白甜就好拿捏多了。丫头啊，我知道你本性淳朴，心地善良，怎么能和他那种黑心烂肺的邪修厮混在一起呢？你不要被他给蒙。不是你什么你？我家师姐光芒万丈，容不得你来诋毁。神他妈光芒万丈！你这蠢货是被彻底洗脑了吗？看不见的女人身上邪气都快冲破天了，老子当了大半辈子的邪修，都远不及他一根毫毛。不是，我这也没说话，你就打，还讲不讲道理了？我家师姐说了，要一碗水端平，只打他不打你，这不公平。我操，张口你家师姐，闭口你家师姐，她是你妈啊！你要不要这么听她的话？这林子里布满了死气，常人沾之必死。可惜了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，不仅死不了，拥有冥灵根，我还能大大的提升一波。难不成那老登说的宝贝就藏在这里面？姿势不对，起来重睡，没醒，看来没装睡。哎，这棺材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。希望人有事，阿弥陀佛。苏妙顺着通道往下走去，通道中出现了一颗散发着诡异光芒的灰色珠子。
这片地带的死气似乎就是来源于那颗珠子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痛？突破了，而且还不止突破1层，修为已经来到了筑基3层，可惜没有筑基雷劫。果然，这种待遇只有主角才配拥有。什么情况？他这圣子当的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估计是缺德事做多了吧。福生无量天尊，有得必有损，既夺他人因果，自然要受他人报应，这就是代价。珠子被苏妙吸收后，树林中的死气尽数散去。师姐，怎么样？没出什么事吧？可担心死我了。我没事，修为还小，有突破呢。我说你就不能管他，他完全是疯了。这个人有暴力倾向。我师妹温柔可人，他点被逼的动手抽你们了，那肯定是你们的错。不是，你们俩有病吧？对对方的滤镜要喝到哪种程度啊？这不是我大哥的棺材吗？你把他怎么了？现在是我的了。至于你大哥，他已经入土为安了。苏妙没有管两人的鬼哭狼嚎，而是坐上棺材。来，小月月，我们现在有代步法器了，现在去传送阵那里。喂，带上我们俩，我大哥都嘎你手里了。最终苏妙还是带上了他们俩，4人骑着一个黑棺材在天上飞，异常阴间。师姐当心，这寒潭里面有东西。不要紧张，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糟。喂，下面的朋友，出来聊聊如何？人类为何来此？饶我清净，可知后果。放心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就只是单纯的想和你做个交易而已。对你来说，稳赚不赔的那种。是吗？那你不妨说来听听。我们想借用一下寒潭底下的传送阵，报酬是你可以得到未来2大顶级强者的一个珍贵承诺。未来2大顶级强者，你是说你们这俩菜鸡，还是那2半死不活的老秃驴？你是在逗我玩吗？信不信我一口寒气水喷死你？哎，你先不要急眼，听我把话说完嘛。你应该出于某种原因不能离开这里吧？你难道就甘心一辈子窝在这寒潭里吗？现在你的机会来了，看看我师妹，不仅拥有极品风灵根，还有至尊神仙骨和天凤血脉加持，气运值比你血条还厚10倍不止。她出生当日，天地色变，白凤来朝，万物复苏，魑魅尽退，偏偏更是飘来8个字儿：飞升成神不是事儿，信月妹不受罪。诸天神佛见你都下跪，今天睡寒潭，明天秒变无敌男。啊，师姐，我出生那天其实没有。你有病吧？不过帮你们一次也无妨，但你要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。不是，这也行啊。进了城之后，那2个俘虏老登被苏妙以2001个的价格卖给了黑矿窑。不愧是师姐，总感觉那个怨种闺蜜在骂我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宗门了。该哪里来的邪修？光天化日，竟敢在我落云宗地盘招摇过市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！手下留情，宗主是我。就你叫苏妙是吧？你还我孙女！爷爷，不关师姐的事，你不可以责怪人家。而且师姐这次带我出去历练，还教了我好多。看着师长老快要吃人的神情，苏妙立马脚底抹油溜回第9峰了。该哪里来的妖魔鬼怪？快放开那个老头，停止你的龌龊行为！大威田，冷静，自己人，你就是老金说的小师妹妙妙吧？真漂亮呀！我叫石瑶，是你的5师兄。那你大晚上的在老金床前做什么？你很难让我不怀疑你动机不纯。不过3土师兄，你咋黑成这样啊？我说是天生的，你信不信？不信，香杜雷劫批的，你咋这个时候回来了啊？3年一度的苍痕秘境就要开启了吗？5大宗门的人都会前去，到时候要争夺名次。本以为我第9峰这次又只有我一个代表，现在好了，有你在，师兄我终于不用孤军奋战了。老金，快看看，这些都是我这次出门带回来的，有没有你用得上的？我的天，你居然搞到了一口仙罐！没人要的，我就顺手捡回来了。这棺材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都能捡，运气这么逆天的吗？此棺乃上古修士遗物，可蕴养神魂，同时还可以让你转化吸收冥气的速度加倍。说起来，与你倒是绝配。那它对你可有帮助？暂时没有。好吧，我以后再找点好东西给你。不错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再传你一套与之配套的功法，以应对此次秘境之行。接下来你可要看仔细了。这也太强了吧！这只法目前只是初始版本，还有很多瑕疵，不过后面的就得靠你自己来完善了。最强的功法不一定是自创的，但自创的功法一定是最合适的。这只法目前还没有名字，你自己起一个吧。
万象俱明，指路苍天，那就叫他陆天指吧。倒是个不错的名字。苍痕秘境开启在即，你和老五要提前做好准备。还有，临走时记得把我也带上，有大用。3天后，苍痕秘境如约开启，两人来到大殿外的中央广场。此局务必小心行事，这一次天极宗和玄心宗很有可能会联手。那神境宗呢？你管他们做什么？尤其是男弟子，少和他们接触，别到时候被人嘎了重要的东西，又来我面前哭。那是三土师兄需要注意的了。这次天极宗弟子也会来，为了避免他们认出我，得是个易容术给我。卧槽，要死啊！哪来的狗？你才是狗，你全家都是狗。听见这狗熟悉的声音，苏妙细细打量他。你林秀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哪知道落地就拿了狗剧本，可恶！我在这里蹲了你那么久，原本都不会说人话的，好不容易吸收了点灵力。好，别哭，我带你出去，到时候再去找我师父想想办法。这秘境他和石婉月之前来过，自然轻车熟路，很快他们就会合了。师姐，你怎么捡了只小黄狗，还挺可爱的。你才是狗。说话了。说来话长啊，不过他是我的好友林秀儿。师姐，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吗？师兄和袁熙有我提供的地图，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来。呜呼，哈哈哈哈！小美人，你们好呀！大晚上的，一定很寂寞吧？哥哥，我来陪你们呀！嘿嘿嘿嘿。师兄，你先上，到时候我再出来英雄救美，将施婉月的储物袋全骗过来。魏川孔原本以为眼前两人会流露出害怕的神情，没想到他们竟透着一股难言的兴奋。等等，好像不太对劲。正无聊着呢，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，嘿嘿嘿。等一下，我只是开个玩笑，别打了，我是天极宗宗主的亲传弟子魏川孔。天极宗，这么说你是叶寒的师兄？是啊，你听过叶寒？没想到这师弟名头还挺好用。既然如此，师姐退后。风雨落，万剑坠。等一下，谁家好人上来就开大招啊？咦，死了吗？我去，什么东西？是变态。我去，死变态，那还留着干嘛？让我杀了他。修仙人慈悲为怀，不要这么打打杀杀的，丢这里就好了。惨啊，实在太惨了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打肯定是打不过的，我先溜了。至于魏师兄，只能自求多福了。计划被抖出来也不怕，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我只要死不承认就行。你该不是干了什么缺德事，被人惦记上了吧？你别说，我还真想起一件事。这秘境深处有一扇被特殊封印的石门，之前我和小月月来的时候都试过，根本打不开。打不开就对了，人家那是给叶寒准备的，只有他的血才能解开封印。这么狗血的吗？那你还记不记得那扇门背后有什么？门背后是秘境第2层，不仅灵植更加稀有，还有很多稀奇宝贝。看来这秘境第2层必须得去啊！要想去第2层，那就得先找到叶寒。你满脸写着我是反派，知道吗？克制一下你自己呀！苏妙眼珠子一转，就是个坏主意。他跟旁边的石瑶开始耳语。石瑶听完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空气中都是反派的阴险狡诈。妙，糟了，那个变态跑了！莫慌，一切都尽在掌握，我早就给他下了追踪术。五师兄可能来不了了，他裤衩套头上去骚扰别人，被人家抓起来吊打了。卧槽，他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？好端端的去演什么变态？这都干的什么蠢事？他平常不就喜欢行为艺术吗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要不是你让我去演变态，你来英雄救美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我看你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好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来，我今天就让你好好看看我到底有多惨，老子陈年老智都给我打翻面了。好了，吵什么吵？进入秘境这么久，我们也该行动起来了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给师尊打过包票，要拿下第1的。这是我杀的妖兽内丹，你们拿来吧你！结！我操，这么不要脸！这秘境有邪修混进来了，愣着干嘛？快追啊！可恶，让这邪修跑了。这是什么？廖天指，臭丫头，敢伤我师弟！猛猪拳之天诛降临。风雨落，万剑坠。有破电！秘技局之忧伤一之行穿古式。可恶，你们简直没有底线！如此行事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我岂止没有底线，我还心理变态，臭不要脸！怎样？妈的，算你狠，老子记住了。眼见苏妙他们人多势众，叶寒不敢再战，立马用了传送符。甘义化也是转身就跑。不是，你们俩带我一起走啊！回来啊！
你们不要过来！若是敢动我，我师尊苦臣子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让你们死无全尸！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很喜欢挖心是吧？那我今天就让你也体验体验是什么滋味。你敢这么对我？我可是天极宗宗主亲传弟子！住手！你快住手啊！原来你也知道痛啊！在挖别人心的时候，你不是很爽吗？不是笑得很大声吗？笑啊！你怎么不笑了？难道你是苏妙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活得下来？苏妙，我做鬼也不会。你做了鬼，还得被原主再杀一遍。果然如此，只有叶寒的血能开。我们走。哇，是玄珠草，那里还有气血枝、紫烟玲珑果、冥神四叶花。我的天，这些在外面可都是价值不菲啊，在这里居然遍地都是，我们这是发财了呀！大家看上什么随便拿，都是家人，不用跟我客气。不把身上的储物戒装满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闹闹，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呀！自从认识你以后，我不论做什么都特别顺。几人将储物袋都装得满满的。差不多了，有个地方大家要不要去碰碰运气？跟我来，把你们的血滴下去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在原著里，叶寒就是这么干的，他成功得到了一颗神兽蛋，在孵化以后成为了他的左膀右臂。那我先来吧。这么强，我也来。这原子弹是天法，怎么会这样？先带小师妹离开这里。徒儿该醒了，乖徒儿苏老六。哎，老金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被天罚劈傻了吧？看来我是动了不该动的东西，触怒了他呀。你后悔了，修仙本就是危险重重，逆天而行。胡说，我后悔什么？再来一次我也这么干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万幽化冥伞？传言此伞乃天外魔器，其生除邪灵后曾毁灭一界，震杀苍生，杀戮几种。据说后来被数名大能联手毁灭。这好像是我那个磨盘里劈出来的东西。完了，我真要成邪修了吗？你已经够邪了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算了，你该醒了，秘境历练要结束了。没死吧，妙啊，妙啊，你醒醒！还没死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师妹，你醒了啊！我们现在要出去了。苏妙等人是最后出秘境的，莫长风立马围了上来。哎呀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玄信宗共采的灵芝树灵，猎取妖丹75颗。这么烂的成绩，简直创下了宗门新低，实在是无颜面对宗门仙人。被派出的3个亲传弟子，残的残，伤的伤，没人义也实在没法骂他们。哎呀，梅老弟，这有收获就是很好的事情嘛，要求不要太高，尽力了就行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家孩儿那么优秀的，做人要懂得知足。神境宗共采的灵芝数19颗，猎取妖丹115颗。叶寒来了，快让师尊看看你们收获了多少。师尊，弟子们有负您的重托，此次毫无收获。至于老五，之前我们遇到一伙穷凶极恶的邪修，他没能跑掉，应该是没了。哟，不是天之骄子吗？天极宗本次共收获灵芝灵、妖丹灵。混元宗本次共采摘灵芝数量666株，妖丹1324颗。好了，接下来轮到我们上场了。落云宗此次共收获灵芝2532株，妖丹5210颗。我的妈呀，他们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也太强了吧！如果我没有记错，历史最高纪录灵芝也才1000株出头，妖丹不过3000，他们这直接就翻倍了。不是传言落云宗已经没落了吗？这实力，人家那叫低调，真正有实力的从不招摇。你以为人人都跟那个天天喊着天之骄子的傻逼一样啊？此次落云宗小队一战成名，叶寒目眦欲裂，突然冲上前。且慢，我有话说。师尊，我怀疑他们的灵芝和妖丹来路有问题。我们在秘境里遇到了一群穷凶极恶的邪修，他们心肠歹毒至极，不仅抢夺妖丹，还滥杀无辜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我怀疑此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，必须严查。哟，这位叶大公子空口白牙就想污蔑好人，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？就是自己没本事，拿了个灵蛋成绩，你哪里来的脸质疑别人？亏我以前还认为他是个人物，没想到竟如此小肚鸡肠，上不得台面。全都给我闭嘴！我知道你们不会承认，敢不敢让人当众搜身，证明清白？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搜就搜，当我落云宗的都是死人吗？古道友，我看你这圣子有点缺乏管教啊，要不要我来帮忙管管？冷静冷静，你们先不要激恼，我家孩儿没有别的意思，他也只是怀疑。如果仅凭一句怀疑，我们就必须证明清白，那我还怀疑他不是男人呢。要不要让他当众脱了裤子来给大家验一下？你敢侮辱我？够了，叶寒，闭嘴，就此打住。这么多人在场，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输不起，宗门脸面不能再丢了。
弟子谨记，等着吧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今日对我爱答不理，明日我让你们高攀不起。叶寒一想到自己还有一颗神秘灵兽蛋的收获，心情顿时就好了不少。此次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妙丫头可谓是功不可没呀！过奖过奖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回去就给你们发补贴。不过哪来一小黄狗？哎，这不是普通的狗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林秀儿。你已经没朋友到要和狗做朋友了吗？我靠，这老头好欠！真是我朋友，就是出了点事，我得找到九渊之地那失传的秘法，让秀儿也能修炼，到时候出门办事也能多一个强有力的帮凶，不帮手。好了，说正事，那秘境里的天法不错，就是冲我来的。你受伤了，要不要紧？不碍事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，有收获就必然会有付出。所以就是这么一颗蛋引来的天法，岂止一颗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有，而且混元宗的那几位全都有。我也有一颗，不过不方便展示。那个宗主大人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想去九渊？哎，丫头，我知道你重情义，我也不会阻止你。但是在去之前，应该先把自己的伤养。刚受了天法，你别告诉我什么事都没有。而且你对九渊之地又了解多少？就这么贸然前去，不觉得有些草率吗？那你告诉我呗。我所知道的不过只是一些皮毛而已。你如果想要深入了解，不妨回去找师长老打听打听。他在九渊之地待过很长一段时间，对那里无比熟悉。放心吧，秀儿，我一定会找到那门秘法，让你也能够修出人形。到时候我们一起杀穿九霄。九渊之地不属于我们木仙州地界，它乃是3界交汇之处，那里可是邪修的地盘，你当真要去？邪修地盘，那不就是我的地盘？长老大人，你可听闻那九渊有一种秘术，可以让没有灵根的普通狗生出灵根进行修炼？原来你要打听这方面消息，你不妨去黑古城走一趟，兴许会有收获。这里面有1张的图和1本游记，是我早些年所著，上面记载了九渊各势力分布。多谢长老提点。此去九渊之地，必须做好十足的准备。相信你也从施老头那里已经了解到了关于九渊的一些情况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可先与你3师姐青苗，还有4师姐九燕会合。这么说，他们也在九渊之地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在吧。等你到了九渊，应该很容易打听到。他们俩从小打到大，以前我第9峰何其气派辉煌，各类设施建筑比起主峰来只多不少。结果倒好，全让他俩给我败干净了。难怪别的峰都有主殿，就只有我们是寒酸的茅草屋。累死我了，在老金梦境里练了1晚上的伞，你怎么起怎么造？你不会1晚上没睡吧？你不对劲，哪里不对劲了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不对劲，感觉你身上像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要是信我，就赶紧去找宗门那些老头给你检查一下。我相信你。就是这玩意，马上把屋子封锁起来！救命啊！宗主大人，出大事了，快来救我！搞快，搞快！臭丫头一句话，居然把宗门最强战力全摇来了。你往后退，这里交给我们。神罚降临，师妹给我现形。黑狗东西，传令，即刻开启护宗大阵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另外，诸位长老随我一起去请老祖出关，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他了。就因为附身个小弟子，就要请老祖出关，至于不？有那个必要吗？不见了，跑哪去了？哎，等一下，咱老祖不是几年前就飞升了吗？对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老子最后的底牌都用了，你告诉我老祖不在家，现在的老年人心思都这么歹毒的吗？太不是人了。哎，这鬼影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，最近要严加巡查。谢谢宗主了，后面有情况我再喊你。丹有蛇，这蛇是弱智吧？这家伙应该是脑子发育不完全吧，扭得跟智障一样。看他也挺可怜的，要不咱把他收养了吧，正好给我当个宠物。你他妈自己不就是个宠物，还想收我？行啊，不过为了安全起见，得把他牙齿拔了。两人回到第9峰，林秀儿跟着进去见识苏庙的空间。还有口井，你也别什么都收进来吧。奇怪，之前还没有的，还是黑色的水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才不是好东西！尔等见了界灵大人，还不速速跪下请安，简直不懂礼数。给你1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，不会好好讲话就把你练了。有话好好说，我是界灵，那梅还空灵界生出灵智后所化。那这水为什么是黑的？这得问你自己啊！如果是正常宿主，它确实应该是包治百病的灵泉水，但你不一样，你现在都不是人，所以变异了。这个也很有用的，喝下去分分钟得大病，很适合你用来害人。行，知道了。找死啊你！我已经死了，喝几口也没事，而且这个对普通人有害，对我应该是有利的。我再来几口，这水有点像可乐泡板蓝根，里面还加了大酱和风油精。
不知不觉1个时辰过去，当苗妙妙睁开眼时，已经突破修为桎梏，来到了筑基4层，体内天罚留下的暗伤也恢复得七七八八。出门在外，自己多留个心眼。你这担心完全就多余，他那心眼子，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加起来都不一定有他多。你别说话，我正伤感呢。丫头啊，这里面有些物资，你该花就花，不用省。1年后的宗门大比，如果来得及你就回，来不及就罢了。我尽量赶回来。丫头，你记住了，想要在九渊之地生存，心就必须要狠，忘掉你现在的身份，正派修士那一套，在那里是行不通的。妙妙一定谨记长老教诲。苏妙掏出棺材，开始御棺飞行。很快几人就来到了黑古城外。我们黑古城只允许邪派修士入内，是吗？我祖坟随身带，老祖当城下酒菜，喝酒只用天灵盖，唱跳 rap 全都爱，江湖人称死变态。你说够不够带派？够，都写出天界了，是在下冒昧了。里边请，贵宾一位，别忘了登记啊。我先去拍卖行一趟，寄售点东西。想卖些什么都拿出来吧。苏妙哗啦啦把一堆东西倒了出来，这是之前偷回了几趟天极宗薅的。那就劳烦前辈估个价。挺不错的，这些宝贝，这是初步定价，宝物的最终拍卖价我们都会抽取20%的佣金。可以，我还想寄售一些丹药。这位小友，请不要把丹药和尸混为一谈，我们是邪修，不是变态。前辈，这是我炼的，不是屎，你尝一个试试看。快拿走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滋味？我可以尝试帮你拍卖一下，说不定真有人会喜欢这一口，但价格我估不了。多谢前辈，我还想跟您打听2个人，一个叫青淼，一个叫九燕。没听过，好走不送。苏妙思索了一会师傅讲的2位师姐，决定换个问法。就是2个经常打架的女人，一个喜欢穿红色衣服，一个喜欢穿蓝色衣服。哦，你说那2个疯婆子啊？前不久他俩在城南干了一仗，打得还挺激烈，当时还打死了好几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。他俩这么危险的吗？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？这就不知道了。这2个人平日里神秘得很，你们若是想打他俩的主意，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他们可是出了名的危险分子。苏妙拿出一个令牌，拖家带口的来了拍卖行2楼雅间。欢迎诸位前来参加3年1度的黑古城拍卖会，老夫在此代表本拍卖行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，我在此宣布，拍卖会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我们的第1件拍品闪亮登场。拍卖品更是五花八门，各种法器、功法、稀有材料等等，一件接着一件被搬上拍卖台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一件宝贝流拍，只是这些都不是苏妙需要的。接下来要拍卖的宝贝比较特殊，它叫先天催灵液，其作用是可以让灵兽蛋的孵化周期大幅缩短。这催化灵液一共10份，每1份起拍价5万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。下面开始拍卖第1份。我出6万，我出7万，8万，30万。听见熟悉的声音，苏妙看向1楼的叶寒，他居然也来了，莫非黑古城有什么大机缘？哎呦，敢在我面前装50万！这又是谁家的败家娘们？他家临时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这么乱造？不好意思，姐妹有点小钱，实在没地方花。这钱太多真不是什么好事，我真的好焦灼。那我出51万。你要是加不起就别硬撑，100万，我不玩低端局。小贱人欺我太甚。冷静点，你跟这种人傻钱多的计较什么？100万买1份催化灵液，脑子被驴踢了。100万第1次，100万第2次，100万第3次，成交。下1份催化灵液，起步价还是5万。100万，我拿回去浇花。没有悬念，10份全都被灵秀无情拍走。这一件宝贝名为妙云神头，传闻此物里藏在一个远古时期的秘密，但具体是什么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因为此物太过玄妙，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能解开它的奥妙之处。此物没有起拍价，但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之前那个鉴定宝贝的老头暗示的应该就是此物，必须拿下。10万，100万。苏妙对面雅间忽然传出一个女声：“这是血魔谷圣女血妹。”和血魔谷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不过此物老夫也颇感兴趣，此次就不让了，我出150万。这个是万古墓的长老枯木老人，怎么连他也盯上了妙云神殿？有点难办了。外面的竞价声此起彼伏，很快就来到了300万。这几家明显都对这东西志在必得，若是在这个时候竞价，说得对，即便最后拿下，也一定会被他们盯上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所以我的建议是放弃。拍不到的话，2人对视，露出同款邪笑。拍不到，咱还可以抢啊！也行，与其花天价买来一个烫手山芋，成为众矢之的，不如阴搓搓的在暗处当个老六。最终，宝贝的价格定在2500万，被血魔谷圣女血妹强势拍下。师妹，她要走了，我们快跟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西城门。没有人。
没想到还有人能追到这里，小小筑基也敢追上来，胆量不小。不过你这身体倒是有趣，你到底是死人还是活人呢？不好意思，我是死活人。你手里那个妙云神殿我也很感兴趣。有意思，这伞不是凡品，今天你们的命要留下，伞也得给我留下。有点胆识，不过实力差距是硬伤。今日我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，以后别那么狂妄自大。陆天芷，虚招，你就只会这些吗？当然不是，师兄动手。你敢跟我玩这种把戏，今日若不将你碎尸万段，实在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快走！石瑶丢下迷雾弹，带着苏妙跑路。血妹反应过来想跑时，已经被人团团围住。战况真激烈，嚯，这人是谁？看上去好厉害。切，这是血魔谷的苟日德长老，10个我们加一起都不是他对手。糟了，那我们还能拿到妙云神殿吗？随着狗老的加入，围着血妹的人死的死，跑的跑。哼，一群乌合之众，哪里来的勇气和我血魔谷作对？老壁灯，你很威风啊，就让我来会会你。火焰版昊天锤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是40阶9焰。来了，2个都来了。蓝衣那位是30阶轻描。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？得了吧，我们是去帮倒忙，上去偷袭血妹。陆天芷正在调息的血妹猝不及防被打飞出去，居然是你，你还敢回来？血影刺。苏妙拿出老金挡住这一击，随后立马掏出本命法器向他刺去。血妹正面硬挡下这击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：有破电，秘技局之忧伤一之行穿骨式。血妹跪倒在地，心口鲜血不断涌出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血魔谷圣女，杀了我，血魔谷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说真的，我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苏妙手里的黑伞给了他最后一击。圣女大人，没想到终究还是要使用那一招。糟了，快走！他是要开大了吗？2个师姐还在那边。哎呀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师姐会没事的。总之，你听我的，我们先走。苏妙被拽着跑出几十里，直到身后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一朵蘑菇云升空。师姐们，你们没事吧？你是老六，师姐居然认识我。刚刚看你杀血妹的时候，把老金当盾牌舞的时候就认出来了。小师妹，扶着我点，我头晕。先扶我好吗？要不是你刚刚在那里也碍手碍脚，用得着打这么慢吗？狗东西，我弄死你！眼见虚脱的2人又要打起来，苏妙连忙一手一个扛了起来。2位师姐，先别吵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撤。嚯，这圣女储物袋还真不少好东西，这就是妙云神头。这些图案根本没有运行轨迹，传闻当年9渊有名的几位智者破解了几年都破解不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东西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来破解。你有办法了？可以呀，不愧是我的宝，快说来听听，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？我觉得可以直接给他炼化。这你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，既然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解决这问题的根源。可以，我支持。看吧，2位师姐都难得达成一致。苏妙的灵力包围住妙云神头，经过他3天3夜的努力，妙云神头终于咔嗒一声碎裂开，一枚古老卷轴随之出现在了眼前。是什么？可以让狗修炼了吗？首先3图，请你叫我的名字；其次3图，请你叫我的名字。这好像是一幅地图，难道是那个地方9渊绝地藏天古境？传闻此地乃是很早以前的一处上古战场，其中凶险异常，变幻莫测。但凡进去的人，还从未有谁能活着走出来。如此说来，我要的东西有极大的可能就在里面，有地图在，值得一探。走走走，别这么着急，在去之前还得准备准备。我的天，你这灵兽蛋也太有个性了吧！拍卖得来的催化灵液全用在石瑶的蛋和他的蛋身上了。石瑶倒是孵出了一只土黄色猴子。出来呢，让我看看会是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定能孵出什么深渊巨兽。逆子，我特么锤死你这坑娘玩意！冷静点啊，孩子们，玩也不是故意的。好了好了，给我个面子，放过孩子一次。好不容易安抚好苏妙，众人就决定出发前去藏天古境。这里不能久留，血妹和狗老的命牌都碎了，血魔谷估计已经得到消息了，我们得早点动身。可是你们的伤……没事，此去藏天古境至少得半个月左右，等到了那里也恢复的差不多了。至于跌落的修为也不用在意，抽空我俩干几架就上去了。难怪你们天天干架，原来是为了提升自己啊！日夜兼程，苏妙等人只用了10多天就来到了藏天古境外。这里狂风裹挟着黑沙，古境外没有任何活物。地图我拓印了好几份，大家1人1份。进去后大家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尽快在约定地点汇合。
一阵天旋地转。当他睁开眼时，已经身处一片陌生的幽暗之地。你来啦，带我走好不好？是谁？怎么了？这里只有我们啊，没别人。刚刚好像听见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。没有啊，你不会是幻听了吧？可能是最近太累了，这里只是古境边缘，我得抓紧时间先去和师兄师姐会合。哎呦我去，露天纸，这些应该都是之前进入古境的人。这群走失并不能对付，苏妙3下5除2就杀一堆。带我走好不好？这里真的好无聊。你们真的没有听到吗？一个小女孩。没有啊，你是不是太累了需要休息？小师妹，可算是找到你了，这地方好生古怪。师兄师姐们，你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？没有，我们也没有。好吧，可能真是我幻听了。我们先去第一个目的地。很快，众人来到一座宫殿前，通往宫殿的道路上密密麻麻全是行尸，他们清一色地跪在地上，在低头忏悔着什么。这也太诡异了啊！你好，有人吗？真是服了，你当是回娘家吗？给我让开，我锤死他！这年头门都欺软怕硬了。你要死啊！敢从我头上跨过去，我要是长不高了，就是你害的。苏妙一把揪住黑影，拖下来就是一顿打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抓得住啊？狗东西，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呵，还挺嘴硬。那我再打。等一下，妙，你到底要他说什么？总算有人说句公道话了，你要为什么倒是问啊？上来就让我说不说？是啊，不好意思，条件反射了，揪住人就忍不住说这句话，真是的，缺心眼玩意。我不问，你不会自己说吗？说你什么东西？实不相瞒，我是这里一只游魂，奉那位大人的命令来给你们一个下马威。这样啊，现在立刻马上带本座去宝物那里，搞快，别跟我耍心眼。是，大人，小的不敢。在这游魂的带领下，不多时来到了一处设有封印禁制的暗室入口。就是这里了，这里的封印禁制有点难破。这有什么？我们一起上。3、4师姐对视一眼，默契的同时发力，不消片刻，封印禁制破碎。阿弥陀佛，无心打扰，借用你手上的玉简一下。天呀，妖孽休得猖狂，吃我一锤！九燕拿起锤子就向他砸去，青苗也立马抽出长剑和他并肩作战。小师妹，我们缠住他，你找机会夺取卷轴。明白。那我呢？你爱干嘛去？到手了，师姐们快跑！太强了，惹不起，我们快走！骷髅开始狂化，两人立马收手，几人朝着出口狂奔。骷髅发了疯一般在身后穷追不舍，狂暴凶悍的血色高光对着几人狂轰滥炸，最终众人还是有惊无险地跑了出来。这是生灵妙丹，秀儿，你有救了！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当然，这丹药就是为没有灵根的修士准备的，只要服下，直接原地起飞。小师妹，你先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丹方有一味材料没那么好找，这彼岸金莲，它是冥界独有，并且有传闻，此花一旦带出冥界，就会彻底凋零。没事，知道方法就好。修士只要能修炼，几乎是长生久世。狗的寿命却是多季之间，就算是穷尽碧落黄泉，我都会找齐材料给我们家秀儿。带我走吧，这里好冷呀！你们真的听不见吗？真的见鬼了呀！你又听到那个所谓的小女孩声音了？我能感觉到她的存在，就是不知道她具体在哪儿。忽然传来一阵笛声，行尸全都动了起来，往笛声方向去。除了苏妙之外，其他人也犹如行尸走肉，眼神麻木，只知道向着笛声方向去。怎么回事？莫非这声音能影响人的心智？都给我停下来！喂！苏妙耗尽全力，也阻拦不住他们前进的步伐。突然，他的脑子灵光一闪，立即从储物袋里拿出了一颗他亲手炼制的丹药，给几人喂了下去。的什么东西？我刚刚是怎么了？小师妹，你往我嘴里塞了什么？这味道……啊！我的嘴不干净了。你们刚才都中招，失了智了，还好有我的灵丹妙药。来，一人发几颗，觉得不对劲了就自己吃下去。差点在阴沟里翻了船，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东西在作怪。别冲动，我们先偷偷摸过去观察一下情况，再做决定。说的是，小心为上。几人混在狮群里来到一座狮山，苏妙看着狮山上的迎风飘扬的青帆，那东西和我的冥伞气息似乎莫名的有些相似。抓住他，抓住那个女人。这把幡居然生出了邪灵，原来就是这东西在背后搞鬼，差点就着了他的道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雷火阵，冰封万里。行尸杀完一波，另一波又立马续上，几人连半点缓和的时间都没有。不行，这行尸数量实在是太多了。
都能这么耗下去了，会被耗死的。这些行尸应该都是那个青帆在控制的。小师妹，经过这几天相处，苏妙和九燕也有了一些默契。九燕一把抓住苏妙的手，将她甩过狮群，甩上狮山。苏妙一把拽下青帆，贱人，你卑鄙，快放开我！哎呀，还敢跟我嚣张！你不讲武德！哼，我连节操都没有，你还指望我有武德？好了，你可以上路了。你想干什么？那当然是把你炼化了。什么？居然想炼化老子？死女人，欺负我现在虚弱，反抗不了是吧？你不能这样，有话我们可以好好说。这样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其实可以联手，真的。不好意思，本人乃正经修士，自古正邪不两立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和你这等邪物同流合污的。你比我还闲，谁家正经修士连邪灵都练啊？疯了吧你！闲，有能耐你就练我一个试试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体内可是凝聚了无比精纯的幽冥之气，想死你就尽管来。多谢你这幽冥之气，我就收下了。不对，你不对劲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，你这个异类啊！幽冥之气疯狂涌入苏妙体内，他不慌不忙开始打坐运行功法。再次睁眼时，他的修为猛升4级，一跃来到了金丹5层。师妹，你醒了，这把幡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要毁了它吗？为什么要毁？这可是宝贝呀！有了它，以后敌人的灵体也就有了家。说得对，修仙不努力，炼魂幡里做兄弟。什么炼魂幡？我这叫圣皇旗，专门安置无处可归的灵魂体。如今2大魔器皆落入他手，这到底是巧合还是命中注定？怎么还不来找我呀？我等你好久了呢。吵死了，现在就来！我们去最后一个地方。这里已经是古境中最边缘地带，往前一步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。妈，你确定咱没来错地方？这么高跳下去，高低得摔个半身不遂。路前面有路，你们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就回。务必小心。好。苏妙右手持幡，左手撑伞，踏步往前走去。其余几人就这么看着他踏空而行，然后消失不见。还好说的不是我。你终于来了。是你在呼唤我。小家伙，之前是你在呼唤我吗？你又是个什么样的存在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在等你，一直在等你，等了好久好久。等我？你知道我要来？不知道，是一个穿红衣服抱小猪的大姐姐。她说如果来找我的是个漂亮姐姐，就跟她走；如果是个油腻男，就让我把他推进河里淹。可以带我走吗？我不想待在这里了。可以呀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星期一。哈，星期一，我还礼拜天呢。好的，礼拜天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叫我妙姐。小一，你可知道这里哪里有彼岸金莲吗？有，我带你去。太好了，我家秀儿这次是真的有救了。恭喜宿主，灵芝数量已达标，空间正在升级中，敬请期待哦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伙久等了。你说的就是他在等你啊？这小家伙真可爱。来，过来我抱。不，过来抱我。这动静难不成是有意保现世？冥界通道关闭，看来那东西要出现了。乖宝，你知道是什么东西？好像是一件通天至宝，叫什么鸿蒙仙印。这名字一听就逼格满满，肯定是个好东西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那人是叶寒，他怎么也来了？你认识他？用不用下去帮他？不去，我和他死敌，不被后放冷箭就不错了。就当他是天赐好心人，帮我们引开这凶兽了。众人在上面看着叶寒和凶兽缠斗，时不时给出评价。这也太不给力吧！就是亏他还是天命之子呢，太菜了。我对他太失望了，真的。叶寒自知不敌，打算先引开凶兽，再趁机回来拿。可惜的是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到手了，我们快走！这里的动静肯定吸引了不多修士，我们先苟一会再走。苏妙等人在秘境苟了好几天才出去，秘境门口只剩下一些散修和遍地的尸体，这些尸体大概都是被杀人越货了。苏妙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宗门。终于到家了，大家有没有想我啊？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我得到了一个异宝。不会偷来的吧？什么偷的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啊？这可是我们光明正大通过正规手段得来的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跟那守护兽斗智斗勇有多惊险啊？就是太过分了。好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给你们赔礼道歉。这还差不多。那宗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点太激动了。没想到你们居然把鸿蒙仙印都给带回来了，立大功，这波真立了大功。不过是顺手的事。话说这东西到底有啥用啊？
有这个在，落云宗灵气浓郁程度至少提高10倍不止，这对于大家修炼可有天大的帮助。我落云宗这波是要崛起了呀！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哪怕是要这宗主之位，我也可以考虑。不用了，宗主狗都不当。什么话？你这丫头说的叫什么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也不是那块料，还得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，才有资格坐这个位子。不过说起来，我还真有需要的东西，这上面的材料能搞到吗？让程长老带你去药房拿，想拿什么拿什么，想拿多少拿多少。另外，鸿蒙仙印此事万不得对外泄露，以免引得外人觊觎。我现在就前往宗门灵演处布置。行，我走了。苏妙跟着程长老把药材凑齐，又借了个丹炉，就匆匆回到了第9峰。不会吧，你不会要亲自动手吧？对呀，是不是很感动？谁让咱是最好的羁绊呢？你们宗门是没有其他人会炼丹了吗？其他人炼的能跟我比？是的，师姐炼的丹是世界上最好的丹。哈哈哈哈，低调低调。你滤镜太厚了吧？睁眼看看真相啊，少女！苏妙严格按照炼丹步骤，也有施婉月在一旁帮忙。不一会，丹炉开始冒黑气了，并且传出一股异味。我去，又是这个味道！苏妙，其他弟子要被熏晕了。再忍忍哈，我快好了。就在他准备收火凝丹的瞬间，头顶上方突然乌云密布，一股无形的天地威压瞬间笼罩。怎么回事？我炼个丹还要渡劫啊？那是，丹姐，如此看来，此丹当真是有多天地造化之效，就是臭了点。苏妙做好一切防护，准备渡劫时，雷云却莫名其妙消失了。啥意思啊？这又不批了，这也能撤回的吗？什么东西？说好的丹姐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？两人不知道的是，远在千里之外的叶寒正在被雷云追着劈。来吧，秀儿。什么玩意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玩意？这是丹药吗？可能彼岸金莲是极品药材，所以才炼出这么大的。就是，这可是我的心血，你不要浪费了。来吧，孩子，早死晚死都是死，是吧？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林秀儿一边哭一边大口咀嚼，时不时失去意识几秒。总算吃下所有丹药，林秀儿开始痛苦地打滚、倒立、阴暗爬行，直到虚脱。怎么样？要老命了啊！还真有灵根了，不过这灵根好像有点奇怪的样子，也不知道天赋如何，我测一下。程长老把林秀的狗爪放到测试石上，不一会测试石开始变得炽热无比。要炸了吗？走你！谁在宗门玩炮仗？苏妙妙，是不是你？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宗主大人息怒，这只是个意外，事情紧急，不怪丫头们。算了，到底怎么个事？此事咱落云宗又出一个妖孽，测试时直接就给干炸了。哦，还真有灵根了，不过这灵根就有点奇怪，花花绿绿的一坨，属实不曾见过。嗨，管他的，能修炼不就行了？也是，我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说。再有几个月就是5年一度的全宗门大比，届10个大宗门都会参加。此次大比意义非凡，你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知道了，弟子谨记。那就这样吧，都给我消停点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宗门就是你们的家，要懂得爱护，别动不动就炸这里炸那里的。打完架了，真是畅快。哟，小秀儿有灵根啦！师姐，宗主说再过几个月就是全宗门大比了。我忽然想起，咱们峰是不是还差2个人啊？你说大师兄和二师兄啊？他俩好像是去了太虚圣地修行吧？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反正有些年没见，长什么样子我都快忘了。这哪啊？我是不是死了？放心，就算是到了阎王殿，我也会把你带回来的。哼，那也是你亲手把我送下去的，你这家伙给我折腾的。哎呀，过程虽然稍微痛苦了那么一丢丢，但这效果还是很好的呀。测试时都让你测爆了，你以后怕是要起飞。真的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本秀终于可以修炼了，结，快教我修炼，我要卷死你们！九燕师姐一股脑给了他一堆修炼秘籍，让他自己琢磨去了。恭喜宿主空间升级成功，已为您开放图书馆功能。图书馆里面都有些什么书？那个，我帮我家秀儿问问，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那种的那种。这位宿主，麻烦你正经一点，我们这是正规图书馆。我超正经的好吧？是你自己想多了。苏妙帆找了一遍图书馆，当看到巴雷特设计图的那一刻，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临了。他当即拿着图纸找到了在屋顶看星星的四师姐。师姐，听说你炼气很有一套。那当然，我炼制的法器用过的都说好。正好我这里有个新奇玩意儿，要不要研究一下？这东西倒是有点意思，我现在就去试试。师姐，你在吗？我的小家伙好像快不行了，怎么办呀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把它放下来。苏妙思索片刻，将空间里的怪蛋放了出来。施婉月的灵兽蛋吸收生机后，裂开一道裂缝，一只绚烂的神鸟破壳而出。这动静惊得宗门上下都醒了。
这难道是幻彩神皇？不错不错，这就是幻彩神皇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这！你说你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，就少出来看点热闹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就要看，你快扶着我点。师姐，这次真谢谢你了。跟我客气什么？你们真是有你们在，宗门未来可期呀！距离宗门大比越近，宗门上下弟子也开始格外努力。小师妹，让我打造的新武器，我已经打造出来了，你看。这是什么法器？为何看起来如此奇怪？宗主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我当然是来好好督促你们修炼的，还没说这是什么法器。此物名叫巴雷特，是我拜托师姐打造的。师姐试过威力了吗？还没呢，我刚来就遇到了宗主大人。那就让我们的宗主大人亲自来试试吧。也好，这新武器一般都存在风险，还是让老夫来比较合适。这东西怎么使？九燕立即上前给他讲解了一下操作步骤。莫长风半蹲在地上瞄准，伴随着一声巨响，强大的后坐力让毫无心理准备的莫长风一个踉跄坐到了地上。这东西竟如此神奇，不仅速度快，射程远，威力也快接近元婴初期修士全力一击了。我再试试手。莫长风又是一记潇洒甩狙，这一次却异变突起，只听砰一声巨响，子弹稳稳地打中了他自己。莫长风惨叫一声，给自己止住血。这什么情况？子弹怎么从后面打出来了？淡定，我这枪可是大有玄机，前面打完往后打，后面打完再往后打，然后再往后，又往前，前后前，后前后后，后后前。哎，停！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么复杂你自己能记得住吗？那当然，我自己设计的，能记不住吗？你设计这么复杂的意义在哪里？我可不希望我的武器落到敌人手里可以直接使用。苏妙看着眼前的巴雷特，心中五味杂陈。除了四师姐本人，其他人一用一个不吱声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他打造的法器都有很大的问题，现在相信了吧？你懂什么？我这叫谨慎。万一要是落到敌人手里，反过来对付我们怎么办？岂不是吃了大亏？小师妹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发射顺序我给你写下来了，你把它背下来一样的。不过目前子弹不多，要省着点用，而且想要威力更强，需要的材料就越稀有。苏妙接过笔记，争取在宗门大比之前将这个背完。苏妙闭关了好几天，转眼距离宗门大比还剩7天，发觉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林秀儿了。我们家秀儿呢？这呢？九燕将苏妙领到外面，院子内立着一座金光闪闪的捧着书的金雕，是林秀儿的模样。苏妙看得目瞪口呆，这是谁送来的？孝敬我吗？这就是林秀儿，之前去藏书阁找秘籍，我们看她久没有回来，就找过去了。到的时候她已经变成金雕了。宗主说她这是在悟道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封。没事就好。这难道是有后天道体现世？不应该啊！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师傅，我没事。乞丐，怎么回事？此人的命格，我竟然也推演不出来。谁呀？上次不是已经有一个了吗？看来等子监视了，得去那边走一趟了。涛儿，我们走。好的，师傅。好了，苏妙妙，你别躲了，用不着你替林秀陪藏书阁了。你们记得明天换上衣服，不要给宗门丢脸了。嚯，高档货，还是金线绣的啊！不要把宗门讲得那么穷酸好吗？都下去休息吧，明天记得早起。这么大一坨金子，要是拿到现代卖了，一辈子不愁吃喝。啊哈，我秀天帝又回来啦！丹，那个女人还不速速跪拜！你这二病没救了是吧？你之前到底什么情况？那本秘籍呢？融入我体内了，应该是谁家的传承。总之，我体内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觉醒了，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贼强。第二天，穿戴整齐的苏妙随着队伍登上非洲，路程一共3天。3天后，他们到了比试场地流云城，乃是5大宗门之一玄心宗的核心重城。这和黑古城相比，画风简直就是2极反转。小声点，人多眼杂，别让外人知道你去九渊进修过。九渊是出了名的邪修聚集地，谁好人去那里啊？记住了，这里是别人家的地盘，都给我低调一些，性子给我收起来。苏妙忙不迭答应。莫长风眼皮跳得更厉害了，总觉得没什么好事。一行人进了城，因为大比的缘故，城中无比热闹。苏妙忍不住开始到处乱跑。不是说了会安分点吗？跑什么啊？掌柜，还有包厢吗？有是有，不过只剩下最后一间豪包，而且这价钱，我看起来像差钱儿的人。贵客呀，够了，把你这儿招牌菜统统给我上一遍，素的不要，我不爱吃素。好嘞。就在几人等待上菜的同时，仙站门口出现了几道人影。来啊，把你这儿最豪华的包房给本公子安排上。不好意思，这位公子，小店已经爆满，实在没有多余的位置，还请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拒绝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瞎了你的狗眼，这是我们白二公子，
本公子大驾光临，那是你祖上修来的福分，不要不识抬举。白公子息怒，不是在下不识抬举，是实在没有位置了。也行，那我自己去找。哎，公子你不能这样，你确定要和我白家作对？信不信我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这破店开不下去？什么当死你？哟，海之呢？看不见我还是咋的？什么玩意？你谁？连我都不认识，还想不想在这混了？不跟你们废话，我叫白尺，白家二公子。现在给你们10万零食，10息之内滚出去。这个包厢本公子看上了。原来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这10万零食放以前苏妙可能会稀罕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他现在是零食为粪土。思想有多远，马上就给我滚多远！我可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不然怎样？你还敢打我啊？来，看准了，往这儿打，给你机会，别不中用。从来没听过这种要求，今天我就满足你。带派步。不是你真敢打我，连我都敢动。滚！这人谁啊？白家是3大古武世家之一，这一代还出了个叫白晨的天才。你说的3大古武世家，还有2家是谁？还有孟家以及叶家。看来叶家就是叶寒的本家了。苏妙没理会这个小插曲，几人吃饱喝足回了玄心宗安排的小院。刚回来，莫长风便告诉了他们一个坏消息。此次大比临时有改动，除了我们5大宗门以外，3大古武世家也会参加，并且争夺名次。他们来凑什么热闹？还能是为什么？无非就是为了争抢前往太虚圣地修行的名额。每次大比会按照排名先后顺序划分前往圣地修行的名额，排名越前，分到的名额就越多。这种本就僧多粥少的事，其他3宗为什么会答应呢？他们给的好处太多了，其他3家都被眼前利益蒙蔽，就算我们和慧元宗反对也无用，反倒还得罪人。不论怎样，事情已成定局，5大宗门的亲传，相信你们应该都有所了解。而这3大世家，务必要小心3个人：叶家叶轻狂，白家白晨，孟家孟琉璃。这3个人都是年轻一辈的佼佼者，实力可不容小觑。此次大比一共分为3场，分别是团队、个人以及专业技能大比拼。叶家，看来这是叶寒剧情的重要节点，说不定他是叶家流落在外的子嗣呢。这是第1场大比秘境的地图，第1场的比试地点为落日战场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收集战场内的地脉灵元，它们或存在于妖兽体内，或隐藏于暗处。寻找过程中，你们可以用一切手段争抢，底线是不得伤人性命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。这一次，我们依旧和慧元宗联手。地脉灵元长什么样子啊？又要怎么收集？这里面有专门用来收集的道瓶，你们只需将灵元引入其中即可。灵元大概看上去有点像鬼火，不过是湛蓝色的。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你们，这落日战场不同于上一次的秘境，里面有传影仙鸟，会把画面传送到外面的观影石上，所以你们在里面干了什么，大家可都是一清二楚的。那这鸟可以打吗？不可以，你没看手册是不是？大比规则第1条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打鸟，一旦发现将直接取消资格。好吧，我收敛点。不对啊，这地图是不是少了一部分？这地图确实不完整，在这落日战场内有一片黑色鬼域，从未有人去探索过，传言那里极度危险，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就连传影仙鸟都不敢靠近。若是倒霉被传送到了那里，一定要在第1时间捏碎身份牌回到外界，记清楚了吗？关乎性命，这可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。知道了。该说的我差不多都说了，明天就是大比，早点休息，养好精神。第2天，莫长风带着弟子们来到落日战场，眼看秘境开启已到，各大势力的核心弟子也全都到场。苏妙等人走进秘境大门。这是呢？偷窥鸟呢？不会吧，我这么倒霉的吗？难不成这就是那片所谓无人探索过的黑色鬼域？不对啊，石瑶在，婉月在，九燕青苗也在，那妙妙呢？你们谁看见她了？没有。这倒霉孩子不会真被投放到那片未知区域去了吧？淡定，担心谁也不用担心他，那家伙说不定就在哪儿猫起来了，你看不到反而是好事。我们早已和玄心宗还有叶家联手等进去之后，首先就把你落云宗淘汰出局，看你还怎么嚣张！这一次必报上次苍痕秘境之辱。这是地缚灵，他们被束缚在此，因怨念不化，成为恶灵。既然来了，那就不要走了，快下来陪我们吧。让我来解决，不是解脱你们吧？入住率相当可观啊，圣皇旗中的住户已经超过了3万家。喂，你们还有没有兄弟姐妹无家可归的？名额有限，赶紧报名，晚了可就没位置了。这片地儿都被你给拔干净了，哪里还有啊？要不去东边圣山走一趟？去吧，去吧，圣山可是那位大人的地盘，他可不是我们这种低等恶灵随随便便就能把你拿捏。有地脉灵元吗？哟，那里可多了。苏妙一路飞奔，终于来到了圣山。山上怪树林立，黑雾笼罩，一股阴冷刺骨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一道凄厉的惨叫声从不远处传来。怎么个事？难不成除我以外还有其他人也被传送到了这里？你来了，快来加入我们吧！
天哪，居然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小可怜，外面太危险了，大家快到我圣皇旗里一避。哎，你们跑什么？我是好人，正儿八经的5大宗亲传弟子，我是来给你们送温暖的。看见苏妙掏出来的法器，众魂大惊失色。谁家圣皇旗酷酷冒黑烟啊？分明就是炼魂幡。苏妙漫山遍野的追着众魂，总算把他们全部收进幡中。这里面怕是有不干净的东西，我得小心点才是。这么没礼貌，来客人了还睡。本座可是堂堂煞魂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？哎呦喂，这么没礼貌，你还睡上瘾了是吧？起来给我站直溜了。不是，你妈最近好吗？不中听的话，在看到苏妙带着的圣皇幡时，尽数咽了下去。凶灵一眼认出这是灵魂克星幽罗幡。听说这一片是你造的？是，不知仙子大驾光临，有何指教？我听说你这里地脉灵源不少，东西呢还不速速交出来，孝敬本座。这你听谁说的？当然是热心群众。那个坑里说的，我这里有个鬼的地脉灵源啊！仙子，此事纯属子虚乌有，实不相瞒，这一片地带比较特殊，地脉灵源无法在此地存留，你莫要听信谗言。没有，那我岂不是白来了？不白来，都不白来，我可以告诉你哪里有，而且很多，我可以用我的魂格发誓。那你这里就没什么宝贝？有是有，不过不是一般人能触及的。我能是一般人吗？带路。是，请跟我来。苏妙就这么跟着他一路往下，来到了一片虚无的空间，前方有一个散发着亮光的东西，是一本功法。他试探性的用手一抓，没想到的是，眼前的封印竟如同虚设，功法就这么直接被他抓在了手里。不对劲，怎么会这么简单？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等到有缘人了，你的这具身体，本座就勉为其难收下了，可以安息了。有意思，你要夺我舍了？能被本座看上，那是你这小辈的荣幸。好了，你有什么遗言，现在可以留下了。那我是不是要说声谢谢？这是你的福气。哈哈哈哈，说得好，这福气我送给你。什么？这小有息怒，事情没到这一步，你不要这么冲动，我们可以好好商量。你听我解释，刚才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真的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半点恶意。有没有？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你不必狡辩。我生前可是一方大能，你留着我在身边有大用，我可以助你走上人生巅峰，真的，你信我，信我。从此多一个随身老爷爷吗？对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。或许你真有点本事，不过我还不至于傻到把一个定时炸弹带在身边。苏妙翻开那本天杀明功，这本邪功可强行吸收他人修为，为自己所用。不过每使用一次，都会遭受强烈的焚心之痛，并且成功率只有可怜的20%。苏妙一脚把他踹出去老远。这什么垃圾功法，狗都不练。片刻，苏妙嬉皮笑脸地将功法捡了回来。算了，狗不练，我练。这种稀奇古怪的功法，说不定那一天能派上用场呢。苏妙耗费了几个时辰融会贯通，已经基本领悟了天煞明功的要领。很好，你小子还算老实，没有趁我练功的时候搞事。咋敢呢？仙子，咱现在可以出发了吗？我带你去找地脉灵源。快走！这里有师姐留下的标记。小师妹这么倒霉，还真被传送进去了。我们走吧。随着施婉月一行人进入黑色鬼域，在他们后面，白晨和孟琉璃一行人也进去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全都朝着那片黑色鬼域去了？这一届的天骄胆子都挺大的。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要进去，不要进去。他们倒好，第一个往里冲了。这一届的亲传就没一个好带的，反骨都快自到天灵盖了。仙子，灵眼到了，这不会有危险吧？应该没有吧，我也没接触过。给我全部装满为止，我先小眯一会儿，你不许偷懒哈。我上，不然呢？谢谢啊，还真是我的福气。折腾到天黑，10几个道瓶终于被装满。此时施婉月等人御剑前来。苏师姐，小师妹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你们这一路没遇到什么麻烦吧？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小角色，随便就料理了。别掉以轻心，有不少人也朝这片黑色鬼域过来了。看样子，他们也打算来这里探索一番。那就让他们好好探索吧。这片地，但凡有点价值的都被我薅干净了。几人在此边修炼边收集地脉灵源，忙活了1天1夜，收集到了20瓶。不行，这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如果想稳拿第一，仅凭这点数量，怕是很悬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其他的灵眼吗？基本都已经枯竭，这一处也是因为比较隐蔽，才没有人发现。想要收集更多，怕是只能去猎杀妖兽了。这里面的妖兽极为分散，想要大量获取难度不小，除非能想办法把它们聚集到一起。这里的妖兽普遍都比较特殊，他们尤其对带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最感兴趣。或许你们可以尝试诱引。看来还得我亲自出手呀！走，找个风水宝地炼丹。
来的时候我看到东边有一座荒山，觉得挺适合的，就是稍微有点远。你怎么在这？袁熙呢？我们刚进来没多久，就遇上了玄心宗的人，一言不合就跟他们干了一仗。小妹正在山上疗伤，我带你们去。妙妙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，玄心宗的人也没讨到好，我在他们手里抢了好几个道瓶，要不要分你们几个？不用了，我来这里是办一件大事，正好你们在，能助我一臂之力。什么大事？说来听听。是这样的，四师姐，你就负责在背地里打黑枪，但凡有人敢往这边来，直接招呼不用留手，其他人就拿好道瓶。一旦妖兽打起来，随时准备收集地脉灵元。月月就守在我身边，一方面协助我炼丹，一方面给我护法。好。这炉子名为子母同心炉，你只需操控母炉即可，其他的会自动与之同步。送你了。荒山之上，9个丹炉在苏妙妙的操作下，还在不停冒着黑烟，周围大地开始剧烈震动。苏妙炼丹的动静不仅吸引了妖兽，也吸引到了其他人。开炉，开炉，快快快！大家看准时机，收取地脉灵元。苏妙几人手里拿着道瓶，悄悄朝着下方战场靠近。此时的下方的妖兽尸体已经堆积如山，地脉灵元如同鬼火一般漂浮。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之际，有人靠近了。还真有小老鼠过来了。叶轻狂快速躲了起来。苏庙这边的地脉灵元液收集的差不多了，这时天边忽然传来一声异响，一座倒悬在半空的古城，如同海市蜃楼一般，出现在了一片黑色风暴中央。那是什么？是仪式古城，没想到它居然真的存在。有什么说法？传言在这落日战场内，原本有一座极其辉煌的古城，却不知是何原因，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据说里面承载了多年的文明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去啊，人家都已经出现了，要是不去，岂不显得很没有礼貌？苏妙一行来到了身处黑色风暴中的倒悬古城之下时，其他宗门的弟子才慢悠悠赶到妖兽那里，开始抢夺苏庙剩下的残羹剩饭。看来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，是毁灭天灾。你好像对这里很了解的样子嘛。实不相瞒，曾经我就是城中的一员。那场天灾降临，我以为我死了，可当我醒来后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那你所谓的天灾究竟是什么？那是来自上天的诅咒。苏妙刚想追问，大地忽然开始震颤，一只面目狰狞、体型庞大的巨兽出现在他们视线中。糟了，是传说中的噬影兽，它们会吞噬影子，一旦影子被吞噬，人也就嘎了，而且它们的感知力极其敏锐。苏妙握住手中的黑伞，其余人也紧握武器。众人严阵以待之时，噬影兽却径直从他们身边走过。啥意思？我们被无视了？我觉得你们还是赶紧离开为好，这地方充满了危险。那不行，来都来了。先知且慢，那地方可万万求不得呀！那里就是灾难的源头。当年一颗怪石从天而降，就是落在此地，也正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奇怪能量，顷刻间就将这座繁华的大城毁灭，所有生灵全数丧命。这么邪乎，那就更得去看看了。你就在外面等着，别想着趁机跑路啊！我感觉这石头里面另有乾坤，我好像可以带你们进去，你们抓紧我。发财了，这些都是变异后的魔值，快别愣着，给我薅，使劲薅，拿出你平时的那股干劲儿来。眼前这片空间不算太大，一眼就能望到尽头。苏妙听话的把魔值全部收入空间。好奇怪，这里似乎除了这些变异的魔值以外，就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。我觉得应该有东西的呀，在哪儿呢？地上没有不代表地下没有，刨的这些也是我的劳动成果，收。你给我丢出来做什么？里面装满了啊！无限空间，了解一下，之所以扔出来，是这东西不对劲，不符合空间收纳规则。不对劲，这怎么看都是平平无奇的石头啊！喂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们说话？你个黑心肝的女人，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，进个秘境连地都要扒掉3层。他不说话，那就是肯定能听见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首先要能经得住我们的考验。考验？什么考验？先给他整个冰火2重天吧。也好，你考上面，我冰下面，一人一半。停！住手！快住手！居然还会说话，来吧，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。真是服了你这老六，你可以理解为我是这片小空间的主人，我就是管理这片小空间的。除此之外呢，你就没点别的作用？没有了哦。你看我很好骗，师姐们，看你们的了。放心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，我会让你终身难忘。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邪修！你们这伙邪修，丧心病狂！嚷什么嚷？这都还没开始呢，就怂成这样，没骨气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
我说，其实我是开启那片隐藏空间的关键所在，本来是要把里面的东西留给天命之人的，结果遇上了你们这群强盗。强盗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我说我自己总行了吧？所以你是在等那所谓的天命之人出现？是啊。那很明显啊，我们就是。你放心，我肯定是相信你的。那还不赶紧说，怎样才能开启那隐藏空间？小友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也不想遭什么大罪吧？你先往前走20步，再往左走7步，然后对着空中释放出火元素，可以感应到一处隐藏的禁制。按照他所说，苏妙来到那片地带，果然在火元素释放的瞬间，原本空无一物的眼前出现了禁制符文。然后呢？看到那符文缺口了吗？把我放进去就行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不属于你们的机缘，如果强行夺取，这后果怕是……那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不就是天罚吗？又不是没挨过。这是地脉灵元，可为什么是金色的？之前收集到的都是鬼绿色。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地脉灵元，而是天脉灵元。这天脉灵元远比地脉灵元珍贵数倍，所蕴含的能量仅仅一丝，就相当于地脉灵元数瓶之多，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，对于修为的提升有极大帮助。没想到这里会居然有这么多，赚大发了呀！对，赶紧拿了走人，只要别动那件东西就好，那可不是你们能觊觎的。都别愣着，赶紧动手啊！该装就装，该练就练，不要跟我客气。苏妙自己却好奇地在空间里打转，这里除了天脉灵元，他似乎还感知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波动。他放出神识，闭上了眼睛，屏息凝神捕捉那气息的位置。小师妹这是？闭嘴！不知过了多久，苏妙妙猛然睁眼，只见其凭空一抓，一缕暗紫色的元气硬生生被他从虚无中抓了出来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能找到那一缕残留下的毁灭之息？我就知道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存在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它归我了。就在此时，那熟悉的危机感从苏妙头顶上方传来，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一道天雷毫无征兆地从天而降。是天罚，保护我方妙妙。没事，你们都退下，让他来。区天罚，我还不放在眼里，就当淬体了。苏师姐。呼哈哈哈哈，就这嘛，天罚又怎样？这东西我要定了。师姐，你要不要紧？我好像有点事，先离开这里，把那石头带上。你们还真回来了？杵在那里做什么？还不赶紧跟上！众人来到一处隐蔽之地，轻秒查看了苏妙的伤势，立马拿出一颗丹药为他服下。苏妙就地打坐，开始运转灵力。大家轮流护法，变化天脉灵元。说吧，这东西究竟是什么？能引来天罚，此物必然不简单。是灾难之石中残余的最后一丝毁灭元气，其中蕴含了极其恐怖的能量。你如果想要将它炼化吸收，劝你还是三思而。石头话音未落，一身反骨的苏妙已经开始炼化毁灭元气。喂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我的天，这感觉！我就说吧，是不是特别痛苦？感觉身体好像要炸了一样。让你刚才不听我把话说完，这毁灭元气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炼化的，这可是你自己作死。我说的是，这感觉也太舒服了，嘿嘿嘿嘿！大家一起出手，布置净化大阵，免得引起有心人注意。能得到这股力量的认可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接下来就看好该如何运用这股力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动不动的苏妙终于睁开了双眼，他身上的气息相比之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突破到了金丹圆满。师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几人打算离开此地，刚收拾好东西，就发现有人在朝他们逼近。苏妙隐匿身形，靠近那些人，却发现他们是孟家的人，他们居然没有去抢夺地脉灵元。试水，给我出来！哎，别激动，在下落雨宗第9封亲传弟子，你们是孟家的人吧？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你们家大小姐呢？大小姐不在，有事吗？真是可惜，我还想和她谈笔生意呢。谈生意？谈什么生意？你们是不是在为没有找到足够多的地脉灵元而感到烦恼？我可以卖给你们呀，放心，价钱方面绝对公道。孟家那可是出了名的有钱，其家族生意遍布整片大陆。你想怎么卖？这样吧，给你们一个友情价，50万一瓶，能接受吗？成交。居然这么爽快，亏了啊！孟家果然有钱。你这灵元保真不？我正经生意人，还能卖你假货？也就是看你们面善，换个人我还不卖呢。那你卖给我们了，自己怎么办？嗨，没事，这你不用管。我这人呐，没别的爱好，就喜欢助人为乐。
行吧，那这些我们都要了。承蒙惠顾，一共1000万灵石。多谢，多余的不用找了，就当交个朋友，告辞。这灵石至少得有1500-600万左右，2个侍女都这么有钱的吗？她们2个可不是普通的侍女，连双西雨和那位孟家大小姐一起长大，是她身边最信任的人。难怪这里的气息越来越不稳定，秘境怕是要关闭了。我们走吧，大家境界也稳固的差不多了。苏妙一行人都打算离开了，叶寒等人才貌似刚进入深坑之中。众人看着空空如也的深坑，表情难看。这么大一个坑，居然什么都没有吗？一行人又冒着生命危险，在古城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。转眼几天过去，秘境即将关闭。你们说这次哪家能夺得第一？难说，说好的现场直播，结果啥也没有看到，全跑进黑色鬼域了。哎，快看，有人出来了！孩儿，此次收获如何？等会儿你三师兄呢？怎么没见他出来？三师兄没了，他死在了噬影兽口下。噬影兽？那里面怎么会有噬影兽？秘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燕寒，你可看到我家的那几位秦传？前辈，他们都死在黑色鬼域了。莫长风也翘首以盼，等待苏妙他们，直到秘境快要关闭，里面才走出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几人和易容的苏妙。莫长风总算松了一口气。那位负责统计的长老走上高台，下面开始统计，请各宗弟子上前。神剑宗共收获地脉灵元5瓶，鼓舞败家共收获7瓶，鼓舞叶家共收获11瓶。不愧是叶家大少，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还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。天极宗共收获地脉灵元18瓶。什么18瓶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多？看来这个叶寒其实还是很有实力的，之前都是谣传嘛。鼓舞梦家共获得27瓶，混元宗共获得地脉灵元20瓶，外加天脉灵元1瓶。我的天，是我幻听了吗？天脉灵元，他们居然找到了传说中的天脉灵元。就1瓶天脉灵元，那可是相当于足100瓶地脉灵元，这得是多大的机缘啊！洛云宗共获得地脉灵元30瓶，外加天脉灵元2瓶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再次哗然。莫长风已经笑得合不拢嘴。不错不错，我就知道他们不会让我失望。恭喜恭喜啊！这一次我可是又沾了你的光。今晚我做东，好好犒劳一下几位大功臣。不必如此见外，虎道友，看来这一次又是我赢了。5座灵矿加1000万灵石，期待道友送上门哦。洛云宗这2年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忽然崛起了？往常都是中规中矩的表现，怎么现在？下面我宣布，这第1轮大比获得第1名的是洛云宗。莫宗主，你这一届的亲传还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！恭喜恭喜，还望老哥以后多多提携。感谢各位宝子们的支持，我们一定再接再厉，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师尊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你觉不觉得在哪里听过？是有点，但想不起来是谁了。第1轮大比到此结束，第2轮的个人赛比拼将在3日后进行。随着第1场大比落下帷幕，众人回到自己的院子。叶轻狂一拂袖将桌子上的东西扫落。少主，这胜负乃仙家常事，这一次他们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接下来还有2轮大比，好好发挥，咱还是很有机会争取到前3甲。你去天极宗走一趟，该做什么应该不用我教吧？放心，我懂。小韩啊，老公这次是代表叶家特地过来慰问你们的，多谢。这第1场大比，你我2家的成绩着实是有些差强人意，但事情已成定局，无法改变，所以接下来的第2场可不能再出任何岔子。这你放心，个人赛我们肯定会制冷起来的。你没明白我的意思，这距离大比还有3日，你说如果在这期间有人发生意外，上不了场，呵呵。你的意思是，可这会不会不太好？大比有明确规定，只要事情做得足够干净，不被抓到把柄，谁又能拿我们怎么样？想要成大事，就必须要心狠。你身为一宗之主，不会连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懂吧？我明白了。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，该怎么做，想必苦道友心里有数。时辰也不早了，老夫就先行告辞。此事你们怎么想？这么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是啊，那些亲传身边肯定会有高手在暗中保护，一旦失手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倒也不是没有操作的可能性，不过得先把他们身边的高手引开才行。你有办法？叶寒阴险一笑，压低声音与长老们耳语。与此同时，苏妙他们来到了城内，和混元宗开了个庆功宴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不用跟我客气。莫道友，这第2场的个人赛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此次你我2家拿下前2名，只怕有些人会坐不住了，十有八九会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手段。照这么说，我们目前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？没办法，谁让咱2家在第1场就出尽了风头呢？总会有人眼红，见不得我们好。这些天还是尽量不要出门，免得被人盯上。师兄此言差矣，哪有整日防贼的道理？师妹，你有什么坏主意吗？说什么呢？什么叫坏主意？
如果要干的话，咱们还可以尝试拉拢一下孟家。在大比之前，孟家那位大小姐就上门来找过咱几次，想必本就是奔着合作来的。只可惜咱们当时不在。就这么决定了，现在行动。是谁？在下洛云宗第9封亲传弟子。莫非你就是尼古拉斯·苏努古路真妙？没想到我的大名都传到这里了，叫我苏妙便好。道友请坐，感谢你的地脉灵缘，我孟家才得以坐上大比第3的位置。小事而已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言归正传，这次来找你是商量一下合作的事。合作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只有团队赛需要下秘境，接下来的个人赛貌似并没有合作的可能性吧？距离个人赛还有3天，如果在这期间发生点什么，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比赛？你的意思，对他们下黑手？可不只是我这么想，别忘了，我们3家第1场可是包揽了前3，难免会惹人眼红。反正我们和混元宗是绑在一起的，就看你要不要加入了。可以，需要我怎么做？先等通知吧，找到机会我会联系你的。臭丫头，你去哪了？现在切勿太过招摇。我回来时收到苦臣子邀请，叫我们这些老家伙今晚都去赏月，顺便讨论一下修仙界的未来前景。其他人都答应了，我不好推脱。你们在家都小心点，我总感觉这天极宗的人没安好心。放心好了，不会有事的。5师兄，你马上去通知孟大小姐，今晚行动。4师姐，你去隔壁天极宗，然后这样。别怪我不当人，这个世道就是这样，规则向来都是只为愚者制定，而聪明人只会打破规则，乃至凌驾于规则之上。小师弟，这也太盗版了吧！我们真的要穿着洛云宗的盗版弟子服饰吗？人家衣服上好像有金线啊！天黑谁能看得清？敲了闷棍还能把黑锅扣在别人头上，两全其美，何乐而不为？也好也好，说不定还能看到他们狗咬狗。小师弟，你这脑袋瓜子终于灵巧了。夕阳西下，各方势力的前辈按照约定前往10里外的赏月台。莫长风刚走，苏妙就招呼着其他人换上天极宗的衣服，蒙好面。刚到街上就遇见了同样蒙着面的叶轻狂。你们天极宗安排了这么多人？是啊，这不是人多才好办事吗？叶寒呢？他没亲自来吗？来了，只不过我们叶大圣子可不会轻易露面，他只打高端局，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出手。叶轻狂，你带着天极宗的人，这是？白晨，你怎么？两人相视一笑，空气里满是阴险狡诈的气息。你是要去洛云宗？难道你也？洛云宗伤我弟弟，今日新仇就恨一起算。太可恶了，我就知道这个洛云宗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走。洛云宗的人，白大少、叶少主报仇雪恨的机会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洛云宗的弟子们出来了？不是叫他们躲好吗？那不是我们宗门的弟子，掌门这次为了装一装，给我们发的衣服都有金线，他们的衣服粗制滥造，很明显就是仿的。那师姐，我们现在当然是痛打落水狗啊！动手，反正不是自己人，管他是谁，揍就完了。不是，怎么全探马打我？我有军的。二师兄，你先顶着，情况有点不对，我先撤一波。在我面前，你他妈还想跑？战斗很快落下帷幕，天极宗的人全都被揍得趴在地上，除了叶寒早已溜之大吉。拿第1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很风光吗？起来啊，起来继续嘚瑟啊！我们什么时候拿？那副嘚瑟的嘴脸呢？呵，你们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会员。叶轻狂话音未落，一旁的苏妙忽然暴起，掏出木棍，猛地抽飞他。你疯了吗？竟敢对我出手！不好意思，我们圣子大人交代了，不论是谁，一律都不放过，动手！混账，居然敢背刺我！叶寒他是不想认祖归宗吗？叽里呱啦说什么呢？打断他们的狗腿！天极宗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一群蒙着面的人忽然冲出来，将叶家、白家打得抱头鼠窜。最终这场闹剧以洛云宗、混元宗、孟家3家联军大获全胜，落下了帷幕。回到院子里，苏妙等人以最快的速度换好衣服，各自回房，宛如什么都没发生。一个个，这是改邪归正了。你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？啥意思？我们安静一点，你还不乐意了？我就是有点奇怪，你们居然没趁着我们出门搞事。相比于洛云宗的和谐，天极宗的气氛明显就压抑了许多。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？怎么反倒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？我也没想到那洛云宗的人如此阴险狡诈。叶寒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他妈居然敢背刺我！我什么时候背刺你了？你等等，你怎么穿着洛云宗的衣服？本来我是想栽赃洛云宗的，哪知道刚出门就跟人干上了，后来又来了2帮人，全逮着我揍。要不是老子跑得快，命都没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？我不是让我大师兄通知你了吗？我一不小心就给忘了。你办的都叫什么事？好好的机会，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在接下来的这2天，几大势力都格外安分。到了大比的前一晚，莫长风将所有人都召集在了一起。
第2场是个人赛，规则也很简单，采取2淘汰制，按照最终成绩来进行排名，每家最多可派出5名弟子参赛，每一轮的对手将随机抽签决定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比斗期间不得伤人性命。在比斗时，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吗？原则上来说，确实没有限制，不过还是尽量别太阴间了，收着点。说什么呢？我是正派弟子。你们的实力我是知道的，但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还是稍微收一收吧。还有，这是正规比斗，老金是不可以带上场的，你们别到时候又吭哧的把他给扛了上去。还敬我老金，这多少是有点玩不起了。做个人吧，次次拿着这老金在前面抡。4日，红日升起，万众瞩目的第2轮大比正式拉开序幕。此时的莫长风却在苏庙房前急得来回踱步。你们到底好了没有啊？别耽误时间行不行？一大早就开始催你们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孩子大了，注意形象也是正常的，这不也是给洛云宗争脸吗？快了，你不要着急，马上就好，我们出来了。什么鬼装扮？这就是给宗门争脸？你不懂，这叫迷惑对手。也许是这个形象真起了作用，洛云宗5人屡战屡胜，只是苏庙第3场比试就遇上了孟家那位天之娇女孟琉璃。孟家孟琉璃，当心了，我的琴声可是直击你的内心，若是受不了，还是尽快认输比较好。早就听闻孟大小姐实力超凡，今日定要好好领教。这是藏心琴音孟琉璃的绝学，传闻被此琴音攻击者将受尽撕心之痛，极其恐怖。糟了！孟琉璃不再言语，手指拨动琴弦，诡谲的琴声响起的那一刻，肃杀之气以他为中心，朝着4面8方弥散开来。苏庙皱眉，刚想拿出黑伞，却发现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我这琴弦都拨得冒烟了。孟琉璃拨动琴弦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苏庙却还是一点事都没有。然而另一边的叶寒在比试中却莫名感到一阵噬心之痛，叶寒猛地吐出一口血，昏了过去。他的对手都没想到，居然就这么不战而胜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？我这么强的吗？我居然打败了天极宗圣子！好姐妹，你发力了吗？你就一点感觉没有？感觉有的，弹得不错，好听，爱听，再来一曲吧。你果然很强，我甘拜下风。孟琉璃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收起手中古琴，飘飘然走下了擂台，只留给他一道潇洒的背影。孟琉璃认输，本场比斗，洛云宗尼古拉斯获胜，晋级下一轮。在经过半日的激烈的角逐后，进入10强的名单已经出炉，分别是白家白晨、白骨精、叶家叶轻狂、孟家莲霜、天极宗关节炎、混元宗元熙以及洛云宗的苏妙、九燕、青淼、施婉月。很快就到了再次抽签的环节，九燕对阵白晨，叶轻狂对阵元熙，施婉月对阵青淼，莲霜对阵关节炎，苏妙对阵白骨精。你居然还敢上场？为什么不敢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一招就放倒了天极宗圣子叶寒，在我面前他就跟条狗一样毫无还手之力。那你很棒哦。当然，如果你乖乖。陆天池承让了，白道友。人群沉默良久，10强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被一招秒的人，其余进入5强的分别是九燕、叶轻狂、施婉月、关节炎。妙，你们要当心这个叶轻狂，他有点不对劲，他身上应该藏着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，但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。我的绝技8级妙音能给对手造成灵魂上的冲击，可在关键时刻却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给弹开了，我还因此遭到反噬。原来如此，他莫非也有个天命之子标配的随身老爷爷？这个叶轻狂也是有大机缘的人，对上他还是小心为上。没事，他最好别遇到我。随身老爷爷是吧？只要他敢现身，圣皇旗内就多1名住户。4日，大比来到了最后环节，施婉月抽签轮空，九燕对阵天极宗关节炎，而苏妙真的运气爆棚，对上了叶轻狂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信心？前3的名额我们包了。不要勉强，你是第1阵，务必要小心。这个叶轻狂可不容易对付。洛云宗尼古拉斯对战叶家叶轻狂。到此为止了，此物名为断魂飞命朵，乃是上古寒铁打造而成，能见识到是你的容。陆天指，你敢跟我玩阴的？看来我是……你居然还会一绝双印？基本操作而已。你堂堂叶家少主，不会连这都做不到吧？小心点，这个女人不好对付。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，我居然会心生恐惧。她身上怕是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八面锁魂。小伙儿杂技耍得不错嘛！你敢羞辱我？团骑士落日斩。叶轻狂收回飞刀，凝聚成剑，金色的剑诀荡开虚空，铺天盖地的朝着苏妙斩去。比试场就这么大，要想躲开就必须跑到台下，这么一来也是认输了。此时苏妙却脚尖一点，纵身而起，迎向金色剑气。
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家青狂这一剑威力可不容小觑，若是死了残了，别到时候又来找我讨要说法。这丫头想干什么啊？妙妙，回来！师姐她担心，相信他。随着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，一道深深的剑痕将擂台劈成了两半，尘烟四起。不知所谓。喂，你在期待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？这叶青狂不是浪得虚名的，要不是有黑伞，我非死即残。是时候动用那股力量，把这家伙的底牌逼出来了。没招了是吧？那接下来可就轮到我了。人伞合一，毁天灭地，陨星坠。不好，这居然是毁灭之力！这一击，凭你的实力抵挡不住，要么认输，要么就让我来接管你的身体。认输？不，我不能认输，绝对不能！我可是叶家少主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马老，这一次就拜托你了。我会用秘法将这一片战场屏蔽，不会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而这个女人知道了你我的秘密，她就必须死。此时的苏妙感受到叶青狂身上的气息陡然增加，与之前判若两人。他眼里闪过一抹寒芒，在马老将擂台和观众席隔绝开的那一刻，苏妙也拿出了圣皇幡，终于肯现身了，老东西，本座等你多时了。坏了，上当了，叶青狂，快接管身体！不等他把话说完，那渗人的绿色光束强行将马老从叶青狂体内抽离，无情吸入幡中。不是，怎么回事？马老，我马老呢？随着马老消失，叶青狂接管身体，也只能自己抵挡这一击。他祭出所有保命法宝，堪堪挡下。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声响起，大地震动，擂台在这一刻化为了齑粉，烟尘漫天，恐怖的毁灭之力以擂台为中心迅速蔓延。几位大佬及时出手，才挡住观众席。这一刻，全场震惊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烟尘散去，冷风吹动青丝，衣角翻飞拍打，猎猎作响。是苏妙赢了，他真的赢了！我的天，他居然击败了叶家少主！刚才是谁说他没有实力的？给老子站出来！本场比斗，洛云宗尼古拉斯获胜。苏师姐、师姐、妙妙，有点耳鸣，扶我一把。叶青狂此时一动不动地躺在毁灭之力轰出的那个深坑之中，浑身被鲜血覆盖，不知是死是活。而苏妙此时也猛地吐出一口血，不同的是他被施婉月接住，浑身疼，是太大劲了，回去我要吃好的补补。妈，别死啊！臭丫头，不是让你悠着点吗？没办法啊，不用毁灭之力逼不出叶青狂的随身老爷爷。苏妙力竭，一群人慌里慌张给他送回了他的房间。经过青鸟师姐几天的调息治疗，他总算在5天后醒了过来。什么时辰了？笔试呢？还念着你的笔试呢，都过了。我们是荣获本次大比综合排名第1名，遥想上一届大比。哎，这一次总算是扬眉吐气，回宗门都有奖。什么？就这么结束了？别惦记了，你那招毁天灭地、陨星坠扣完了你蓝条，再扣下去可就是血条了，安心休养吧。不过师姐，你这一次也是一战成名了，取代叶秦狂成为同辈弟子第1人了。就是你留下的名字有点长，尼古拉斯苏农古路真妙。这一招威力确实大，连苏妙都有点掌控不住。回地9峰提前过上了养老生活。